开局是一定会有一段逛街的时间的。如果说再远一点的话，可能还会给到幸运儿有一个翻箱子补充道具这么一个机会。他就很有可能我许愿包裹跟项把幸运儿放到中场，他是想骗嘛？想骗跛脚王去大房这么一个意思。2个救人位是把大房给夹了起来，因为他们觉得可能说你选。看一下真真的一个走位是冲着487的幸运儿走了。 这个点487也只能往大房稍微转一下，但是他开局是没法补充道具了，只有手上的一个包裹。现在就是先以拉点为主，不过这边好像有点想转移目标吗？是的，难道是想突破别人？突破别人的话，那这个幸运儿放到外面可就，我觉得后期会成为一个大患啊。觉得可能还是想找幸运儿，但是这边的耳鸣肯定已经是救人位给到的了。是的，那这里有点没办法了。回到了河道区域，想找小天的魔术师。 现在就是不管脸上是谁，我都得去追击一下。没错。对他来讲，好消息是小天没有带回光返照，但是他还有一手飞轮。对，在牵制上的话，而且这一波走位是魔术棒都没交，直接要把第一个笼子脱掉了，好像。看一下，一个1/4伤害。是的，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手里的道具也是满着的嘛。再补一个笼子。 但这边小天的魔术棒还在啊，还是有机会能够规避掉这个笼子的。黑龙，这个黑龙呢交了魔术棒，那这个龙又废掉了。那应该要平地尝试一下，抽到了。想飞轮先把板子给下掉的。是的，虽然说2波笼子都没拿到，但是他2次都拿到了一个普通的1/4伤害，这里不太好翻。对，但没有办法直接交互。但你往回走的话，我只要出刀还是能给你进行一个击倒的。是的。 这个距离如果翻的话，是会给到一个震慑的，但是交魔术棒以后，真真就也是完美的预判到了魔术师的一个走位。对，那这样的话，加起来密瓦基是2台多一点点。大副这里是被通缉到了，看一下真真九有没有机会逼救呢？现在想往外面，对，先插个眼，防止因为他觉得你也不会秒救这个人哈。对，一个后撤，刚好躲掉了第2段表。那。 这里小明被迫先交第3段表，再来救人。看一下真正的一个操作，继续针对你魔术师。这样的话，密码机进度其实是不太够的，哪怕外面有一个幸运儿。看一下这边得让骑士得压过来了。是。 骑士下一波救完人，魔术师往外倒，然后骑士原地去补这台魔术师的遗产。但主要这个附近的话，其实真真都有做一个插眼的举动啊，所以说这边的密码机还是会慢一点点。对，而且小果冻如果再往前走一点的话，是有可能暴露被照到对的一个位置的。过来了，那这个地方。 针灸也没有提前拦到，哎，拦到了，但是一个战术预见预测了你的出刀，成功封掉了你的出刀，可以先把笼子拆掉。这一波是废掉了很多的愿力值啊，而且保住了自己的状态，是个无伤救。那这波救下来以后，小天还有一点牵制空间，手里还有个魔术棒。这是一个单向龙，魔术棒交出来，对，给到了一个小加速。是的。 那再钻一次的话，其实还是走不了。那看一下，等挂上淘汰之后的话，外面会差一个半台多一些的密码机。是的，但是对于真九来讲，下一波看一下通缉是通缉到了满状态的幸运儿。这个点位想找幸运儿其实还是比较远啊。对，那边机械傀儡也是跟大副正在进行一波调整。 毕竟这一波求生者他们2次救人，但是骑士的那一波是属于无伤的，只有大副掉了状态，所以省了很多调整状态的时间。他可以直接是保一个满状态去把一台密码机给修开的。没错，然后3个满状态的人去打最后一台遗产的拉扯。487手上道具还是挺多的，有瓶香水，还有半个球，感觉是可以拖住很长时间的。而且也有飞轮，先放香水，那这个围龙是可以废掉了，再利用庄园老友往外跑。 对真九来讲，你的下一个笼子能不能拿刀就很关键了。那可以成功拿刀，是后面的话愿力是有点跟不太上的。是。然后密码机求生者已经补上了，现在是来到了50的进度。没错，下一个笼子487手上还有飞轮啊，是有机会能够用这个飞轮去规避掉的。甚至如果他想贪的话，他可以省这个飞轮，因为密码机其实已经60、70了。对，是有可能说救一波下来以后，他的飞轮和道具都在，开门战可以拖更久的时间。 然后这边是假装要拆这个龙，
前面还有块板，交了一小段球。这一波球的后摇居然还够让他去钻这个笼子。对，但可惜他还是一个1/4刀就是倒地的一个状态。没错。 那就可以看到密码机也已经压好了，这样的话，487省下的这个飞轮和橄榄球是有可能在开门战创造奇迹的。对，可以拖很长的一个时间啊。真就尽量把它往最后一台遗产挂得近一点。他的天赋上面是携带了巨钳啊，所以是非常自信的把人举了过来，感觉举了半张地图。对，但是密码机其实已经压好了。对，举过来的话，我觉得还不如留在那边管住门可能会更好一点。 他选择是我想管这边这个门了。是，那这样的话，看一下487这一波直接拉球，哎，直接路过了跛脚羊身边，本来想拉球去躲这个围龙的，但是可惜还是慢了一点点。一个飞轮，那前面笼子消掉，真就好像愿力值跟不上了，应该要被迫先去管门了，让这个门开不了，然后再用底牌来打拉扯。但小明这里好像门有机会开吗？2波预测是预测的技能，对了，门是开了的。对的，因为没有愿力出刀，所以没办法把人打到扛到了这一刀。那487是可以走地窖的。487正在往地窖靠。 整整9一个移形，487成功叫掉了大防地窖，哇，完成了一个3跑，真的是幸运儿探在，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去进行这个博弈的。他只要能够打一波咒术师的双倒，这把求生者基本上很难再去把节奏扳回来了，只能这么说。而且求生者抓到，那我们看一下双方的选点：中场大副，然后河道区域的魔术，咒术师，大防是给到了教授的，是的。 这一波宠爱应该会往河道方向去稍微追击一下求生者。看一下前面的话就是小夜明的魔术，没错，直接往河道走。小夜明已经到楼上了，那这个地方先上楼，利用索道跳过去。接近身位接近来比较快的，10几秒就进入了一个追击节奏。 但也没办法，你们选点就是直接选到脸上，而且咒术师是没有第一时间破译啊，帮忙下了一个板子，还是在这个附近的一个范围啊。对，在楼下帮忙下了个板子，但其实哎，看一下第2个双惊喜没有上到球，小夜明用一个魔术棒非常灵巧的躲掉。对，而且看样子他应该是打算自己牵制走那个位置，直接让咒术就地修。再往中场的方向去靠。宠爱这里想低头卡一下狩猎本能吗？但是。 第2段双惊喜已经好了，一下子就给到了一个双球吗？是的，直接打出了伤害，隔着挺远的一个板，但是这一波一个砸头，宠爱有空中飞人，还是可以赶上这个距离的。看一下要不要直接跳上去呢？没有跳，还是稍微忍了一下。等到上到了第2波高台的时候，再用空中飞人跟着上来，飞轮提前拉距离，看一下。 这个双惊喜还是上不到球啊！对，这个分身的话，小夜明的走位非常的精细，一个绕场谢幕，这个地方应该没办法上最后的一波伤害。是的。那这样的话，上影是2台半多一些的一个进度。其实他的一个牵时长已经蛮久了，因为他是在开局10秒钟左右去进入到一个追击节奏。那他上影的话是1分半嘛，那也是牵制了接近80秒，而且完全没有干扰到队友，所以对于求生者的密码机来讲是比较健康的。 那看一下，这里是有给到大副一个粘土标记的，是，所以这里提前出来想打一下伤害。那看一下大副可以无伤掏下来，甚至宠爱想拿到大副的存在感都不给，那只能被迫回头来追小夜明了。对，那这一波的话算是一个比较无伤的救援了，还是非常成功的。没错，而且大副那边是可以先破一点密码机，下一波再来救援，因为他的。 大遗产呢是队友已经在补了，队友补完他第1台大遗产，再去补他的第2台遗产，这样的话，求生者是有机会把密码机给拖够的。因为能看到前面他带的点位啊，一直是让监管这边没有办法去管到任何密码机的。是的，所以说外面的机子速度非常快。那这里求生者是选择让教授来救人，这样的话可以拖出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说不定有机会能够撑到咒术师把手上那台50的密码机给破译完，再过来。 进行一个 OB， 直接拉出双惊喜，教授用鳞片挡了一下，又是一波无伤。就那2波无伤的话，对于求生来讲就非常舒服了。没错，而且因为你把双惊喜都交在教授身上了，所以魔术师第一时间下以后，他是没有被进入一个倒地状态的。看一下小夜明的位置，想往咒术师那边靠，咒术师并没有放手。
所以对于求生者来讲，这个应该是不管了，对，就看开门战了。优先先抢一下密码机。对，如果说他们开门战能够也去做到一个3人3跑的话，那还是有机会把这比分给扳平的。但是交了移形之后，这台密码机是亮掉了。是的，外面2台遗产都很多了，都是80多左右的一个遗产，不太敢翻板。双龙惊喜拉过来，先拿一刀，过去了，蹭到了这个没有随手关门。对，我过来给你上了一层侯，然后我又走了。那现在拔剑四顾心茫然，就感觉宠爱节奏一下子被断了。然后虽然说压住了脸上的一台遗产，但是他手上是没有人的。那只能看一下能不能拖这个自己的下一个技能，但是另外一台密码机的速度还是非常快的。没错，也是发现了大副的位置啊。他那一波移形回来应该是有意为之，他觉得这台大遗产要开了。对，觉得我交了移形过来追一个咒术师，如果说是让你先知道开门战，对我可能还真不好说。是的，顺便看到了地窖就在这里。但是现在的话，其实另外一台的进度也差不多了。是的，而且有可能在他的移形好之前，就会把密码机给破译开来。对，应该移形还有30-40秒的时候，这边就已经压好可以亮机了。是，现在在你脸上卡着的人，他一定是最难追的，要么大副，要么就是一个咒术。咒术对的。然后求生者也是找机会先去把门给贴好，压在密码机边上的人是新燕的教授，教授手上有飞轮有鳞片，也是有很强的牵制能力。对。但是他离地窖的位置是比较远的，这个点位如果想去到大房的地窖点，还是有一段距离。但刚刚的一个双双惊喜是没有上到的。不过如果说他直接去篝火门呢？去篝火门的话，有大副可以扛刀，有咒术可以帮忙晕眩。新燕是选择往大房地窖走，看一下想上双球这个地方有没有机会用飞轮去清空。现在是被沉默的一个状态。是的，宠爱也是非常细节啊，用焰火舞台去黏着新燕，让他没法用飞轮来清空自己身上的惊吓标记。这个阵容看起来前期最容易让你近视的也只有园丁了，因为就算是像气象这样的一些角色，我在气象瓶用完之前好像都很难给到你一些追击身位。是的，我对于邦邦来讲，我觉得首先就是保住自己的下线嘛，对吧？二战的一个位置，他会觉得你的园丁不是在起点站就是在鬼屋。对，那 ACB 这波选点是骗到了，对，成功的把邦邦给骗到了起点站。那相对于邦邦来讲，前期的一个追击节奏可能就很差了。对，看一下，只能迎难而上了。对，被迫去追起点站的哭泣小丑。那这个点位。狗狗先绕着站台，推进器还没有交，先可以绕上一圈。那这夜雨一个5秒雷，先封住车子，有没有机会连上？连上，但是没有炸到了，可以一个远程的2连雷。这样属于是把这个推进器给逼出来了。而且狗狗这里因为身距的原因啊，你在车的左边，邦邦在车右边，所以你也不敢上车，只能去拉推进器拉到鬼屋板区，再次进行牵制。这样的话，身位已经是拉得比较近了。是的，这2个板必须先处理一下。对于粤语来讲，手上囤了很多的雷啊，目前有5颗雷，是有机会能够秒掉哭小丑的。这一个5秒雷架住，让哭丑不敢走。一个2连，怎么说没有中？但确实让狗狗这边是一直被架在鬼板里面，没有什么位置。然后等到你拉近了身位以后，又一个推进器，直接往。但这里把鬼屋给封住了。是的，也是飞轮。顶掉一个单雷，对的。那这边2连雷感觉有点着急了，几波2连雷都没有连上，那这里应该是想利用移形了，利用移形跟上。但还是有机会再去进行一个牵制。看一个遥控雷，遥控雷空了，那这边推一下的话，他是能把推进器给续出来的。是的，小夜明及时的补上了一个强风，但苦丑这里是强行有点撞到了障碍物上，给到了自己一个小加速。但其实感觉好像可以再拉的远一点。应该是一个小失误。对，正常来讲是可以绕一圈这个鬼屋的，大概。可以看到密码机是接近3台啊。其实主要还是夜雨的那个第2波的连雷也空了很多吧？他在鬼屋板区被狗狗推进器拉出来以后的几波连雷呢全空，然后遥控雷也空了，才会给到这么久的一个牵制时长。毕竟穷者想牵制到佣兵都能够破译开来一台密码机，还是会比较难。其实还是比较不容易的。遥控雷尝试一下，看一下11，这里应该是会交一个副官过来，不过选择让新过来救啊，然后这个盾的话也是续出来了。这里有一波手里的压力，淘汰进度佣兵也来了，
过来扛刀，打到的是佣兵身上，但是化险为是是园丁套的，那你下一波的救人可能就有问题了，因为你下一波佣兵是交不了这个化险为的，必须要去破译了，所以园丁只能再续个盾过来救人。对，接着园丁来，因为你现在把佣兵摸好了，再让他来的话，其实可能也来不太及。是的，就是密码机的进度会比较亏一点，但是熊仔还是选择了摸人，这样的话夜雨被夜雨把人给挂在终点，是可以干扰到3战那台密码机的。而且夜雨面对一个3/4状态的佣兵手影呢，也有很大的机会。那得看一下，不能说注意力全都在密码机那，给到佣兵一个弹过来掏人的一个机会。是的，看一下他能不能排到11的一个位置吧。在密码机是差半台，11已经贴了过来，还是想尝试一下离椅子更近了一点。但可以看到淘汰进度已经是非常紧迫了，对，而且好像是想卖了。倒计时对，只有2秒了，想卖了，但是来不及了。这样的话，最后一台密码机是一半啊，星夜也是提前拉走，可以慢慢的让对面再新修一台。是的。现在看到园丁去摸个箱子，因为最后的一台密码机有一台在对面，所以对于琼子来讲，拉扯的空间还是比较足的。夜雨只要排一下终点站这附近有没有耳鸣，能不能找到这个卡着耳鸣的求生者。目前来看的话，还是没有找到，一直是被这个耳鸣给局限在这个半场了。是的，但是3战的一个进度比较多嘛。对，前面应该是能够排出来了。前面他往4龙走的话，好像是断了一瞬间，排到了11的一个方向。但起点站那边其实也已经是一半的进度了，而且星夜会同时再回到3站修。没错，那这个点位就稍微逼一下佣兵的道具吧。但感觉佣兵可能也不太会交这个护腕，而且前面那波2连雷是炸到了佣兵一下。对，看一下想回头去管起点，但小夜明这边道具是比较多的，而且起点的车还在。如果说开门战追小夜明的话，选择传送了，交了传送啊。对，是开门战是想针对这个园丁打了。对。但园丁手上摸出来一个护腕，哎，这边的狂轰乱炸一下都没有炸到。是的，你在开门战之前把传送给交了，那那可以直接亮平局去了呀。主要是园丁手里是有一个护腕的。对，关键是他没有挽留啊。其实都可以直接冲门。是的，门已经贴上，一个2连雷炸到了一下，看一下星夜的走位。前面是可以吃炸的，前面吃炸只要把护腕弹出去，不被打断。对，然后小夜明这边会给到强风。没错。那这个地方门好像还差一点，看一下这个2连还有没有机会炸到？没有机会。那现在园丁应该是要出门了，但是小夜明现在有点危险，这里必须炸一下气象，然后再出刀。但是雷够吗？雷不够，陈云直接出门了。对 ，ACT 也是直接还了一个3人3炮。主要还是我觉得从选点上来讲，追终点站的这个人还是有说法的。因为如果说你是非赢家的话，你其实也不太敢去肆意的交出你的一个悬停嘛，有可能会撞到歌剧仗的。哦，这边是让佣兵选在了大房，把歌剧给骗到了鬼板。那这样的话，两边是在选来了，也只能去起点了。这终点这个鬼屋里面的佣兵像一道城墙，直接拦住了他，根本没法去。那这里看到果冻的话，已经在站台之上了。是。先绕着起点走一圈，然后看你回速交不交。你交回速的话，我交悬停上站台。交了，小龙这个地方还是很安全啊，直接悬停上站台，然后可以开车。而且你回速是刚用过的，人是在起点的内侧，这一波可以最大化的去拉开一个很远的距离。而且外面的3个队友呢，直接破译，没有人去帮忙点这个车灯了。对于小果冻来讲，可以身位拉的还是很舒服。对，进入前面的一个板区进行牵制。他是选择把第2个喷气背包也交了，自己徒步到了3站这么一个位置，吃一刀。哎呦，这里飞轮是比较可惜的了。想飞轮无伤进板的。对，如果说成功的话，那其实真真九会非常难受，因为哎呦，直接交闪，闪现刚好的1秒钟。直接闪现。如果刚刚是无伤进板的话，那这波是可能还要再拖一会儿，这个闪现才能吃出来。但是因为你刚刚是吃刀了嘛，是因为你如果无伤进板的话，那么他把板子一下，小果冻手上的喷气背包是可以拖好的。对，他是有可能说交这个喷气背包再去到边上的2板一窗，那你就更没有机会闪现和拿刀了。
那看一下，这样的话，密码机是2台半。这一波直接往桥上赶，想去干扰一下小天。不过小明那个位置也是靠过来给了一点压力了。对于穷子来讲，这密码机才2台半，不是特别多。对。因为毕竟你是闪现刚好就被打倒这么一个倒地状态嘛。现在小果冻就必须往终点的最内侧去倒了，不影响到3站的一个密码机。 那下一波的话就会比较麻烦，因为他们这把只有一个化险为夷已经交掉了，是，而且佣兵是掉了状态的。对，对于穷仔来讲，没有化险为夷，那救人就会比较亏。不过487是选择直接卡了过来啊，难道是不想让队友上野了？过来的一个距离离得还是比较远的，依旧下来直接 OB， 提前拦住了真9的一个位置。这里有一手博弈的空间，看一下。 敌进我退，那我先交一个点刺，扫视和抡死都还在，扫到了，但是没有扫到障碍物上摇下来，带了那个挣扎求生意志的。对，刚刚看了他是带了3摇的，没错，也是打出了配合啊。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波，想先打古董商，有一个飞轮强行顶掉，保证自己一个满状态，后撤蓄力刀，有一个回速在这里。哦2段喷击面包可以进板，回到了刚刚那个点。古董商继续帮忙卡板，密码机已经拖到了3台半，第4台第5台已经启动。对，而且飞行家这里是有回光返照的，487一直在卡位。那这样的话可以往另外一个板区去转一转了。没错，那这里487就不能倒了，必须，哎呦，再一个点刺给上了小果冻下板的身位。是的。 还在骗，稍微空了一下，飞轮躲了一刀。没错，翻了过去，再翻回来，回速回远了。487预判回速一个抡式，不过这一波空了也没关系了，因为他回速已经回远了，就算不回远，这一波真9也是没法出刀的，因为他已经预判了，已经出机关消了嘛。你就算回到脸上的话，你也没有办法打到这个飞行家。那这样的话也是成功让飞行家没有再次上移，真9选择直接来到3站，切了一脚失常。 把3站的密码机踹掉，这样的话，求生者的这一波救人压力就非常大了。小果冻很可能要被打成一个双挂。果冻这边确实没地方走了，因为他刚飞轮也交掉了，只有一个短板，而且小明刚刚还在3站这样的一个位置。而且小明过来救人，看一下，哦，还好是一波无伤啊，这里差一点点就要卡过半了。对，但现在直接挂果冻就可以了，因为古董商他也没有道具，在外面是个半状态。而且佣兵会进入一个双倒，古董商不敢补3站的密码机啊，他如果补的话，压力是非常大的。火灾得从起点方向，但小天的位置也太远了，小天的话还在起点2站呢。是的，你从起点过来的话，你这波人是不一定好救下来的。我感觉这个人可能会飞了。现在只要把古董商往外赶，然后呢，我再拦一下救人的人。小天这位置被架住，那真9可以回溯考虑去看一下能不能找到小明，对，再把小明续一波上移节奏。哎，小明这边是交互换强行过来救真9，进行一个肥胖牛卡位，淘汰进度很极限，这也能救下来吗？哇，感觉那个血线已经冒过了小果冻的头顶了。对，那这里在帮忙，哎，但是没有办法了，因为要倒地了。再补上一波肥胖牛，求生者这一波应该是没法再保小果冻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佣兵那边是没有绝处逢生，飞行家要被挂飞，真9下一波出击的节奏就要看小天能不能扛住了。因为487在起点，真9是不太会离开这个3站去辐射到外面，他应该会围绕着3站这台密码机稍微的排一下人，看能不能排到小天的耳鸣。再踹一脚。是的。 那踢了这一脚的话，是可以到起点了。可以去起点站了，对，因为那边的人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半挂了。而且求生者那边应该是会先考虑去把佣兵给摸起来，对，得先摸佣兵，再去修一台已经只剩1%进度的密码机。是的，只要在这段时间内我处理掉只有飞轮半状态那个古董商就可以了。没错，那边应该是爆乌鸦了，真9也是断了一波隐跃，稍微的减缓了一下自己的一个追击节奏。 而且487手上的机关枪，因为保队友已经全部交完了嘛。对，现在就剩一个飞轮了，感觉对面要重启的话，还是要修一整台密码机的。下一个板，手上一个飞轮可以再进板，看一下，成功顶掉了这一波出刀。那密码机的话差的还很多，这边一个回速没有办法了。 外面的密码机是20%，由佣兵在破译。那对于真9来讲，可以考虑提前去往3站方向进行一个拦截。对，不过小天呢也是绕到了鬼屋啊，所以这一波真9能不能排到人就很关键了。而且主要这是个半挂古董商，他不一定能够做到这个密码机压好。是的，耳鸣已经响起，
小天这个位置可以交一个气囊，看一下怎么说。先拿一刀，打了一刀啊！那这样的话，这个人其实是感觉不太好救了。直接回溯，回到了椅子面前，拦住了小天的一个位置。密码机压不好，差太多了。进度，一波下板，这一刀是好险没被抽到。对，但这边的话已经救不了古董商了。是的，古董商马上就要挂飞了，就看真人9接下来能不能快速的处理掉火灾，还有一波把它挂上去争4抓的机会。对，密码机只有81，不太够。打倒。可以这边先挂上人，然后直接往那边冲。对他应该是知道这个密码机快压好了，毕竟时间也过了那么久了嘛，所以这一波得考虑把人给挂上。挂上以后再去排佣兵，毕竟他已经完成了这一把最低的一个任务了，就是保平。那如果说能够去找到佣兵的话，基本上是奔着4抓去了。那样的话是能够完成一个8比1的。对。那大概也知道佣兵的一个位置的。是。可以先来看一下地窖。耳鸣马上就要起了，就在终点站的内侧已经起耳鸣了，好像也确实从小雷达上面看到了红点。我们已经看到脚印了，手里只有1个护腕。没错。那现在对于小明来讲，需要拖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虽然说地窖就是在双窗，但是这一片的板区已经被前面的队友使用完了，不太好牵制。基本上一个回溯，怎么说？骗一下，那边跟上给一刀，直接拿刀。那真人9在第2局的下半场完成4抓 ，ACT 争回了一个8比1呀！哇！看一下这一把双方的一个选点吧。但是红教堂选点我觉得还是比较常规的，可能说把迅儿放到中场，然后开局让拉点，要么就是什么呢？队的监管都没有赚到好处。脸上一个火灾，一个守墓人，根本不知道追谁。一般来讲，3连这边比较危险嘛，对，救人位的概率会大一些。是的，是的，他们这一波反心理确实打得好啊 ！ACT 今天的选点，看一下宠爱这把怎么选择，就有点跟上把真人9的处境一样了，就被迫你只能去追一个方向。这个剧本就是完全是 ACT 写好的，我让你开局，你只能追我的火灾。然后火灾的话就给你拉很远的这个身位。是的，还好我在这边是没有带双弹啊，他带了这个化险为夷，所以距离呢也不算拉得特别远。这里要使用第1颗气囊了，宠爱是提前开了一个门。但狗狗也有防，知道我就算封了门，你也有方法。哎，想用藤蔓，哎呦，拦住了藤蔓的一个必经之路上。哇，这个很厉害啊！他知道你要过来的一个轨道。我前面看他丢球的方向，以为他是准备去弹宠爱，让他打断一个进入藤蔓的状态。对，没想到是直接拦在了藤蔓的必经之路上。是的。那这样前期2个气囊交的还是比较快的，看宠爱的这个碎石直接震到了一波。这个点位是不能让狗狗转到前面的气囊边上了，一个碎石，那坏了，这一波可以再转回气囊使用一波。他想的是先收。对，然后用这个气囊来防下一波藤蔓吗？也没有，是调了一个角度，让自己能够弹到墓地更舒服一点。这样的话，队友可以过来保。勘探员已经提前到了，这个地方应该要被吸一波非常狠的了。宠爱有闪现在手，要果断一点吗？没有震到，一个吸，打到了针对。是的。那这样的话，勘探员应该会稍微保一下，不过池底好像没丢到身上，比较可惜了。而且离椅子也比较近呢。这一波的一个牵制，整体来讲是干扰到了队友勘探员的一个破译啊，所以密码机也不是特别多，还可以把墓地的这个气囊给处理掉。哎，前面还有一个能忍住吗？忍住了，耳鸣已经响起，而且守墓人是一个顿产状态啊，对于宠爱来讲也没有必要贪。说碎石震到了一下。直接无伤掏了下来，11这边的救人也是非常的稳，手上有根藤蔓可以去追一下火灾。不过狗狗一波反走，这个气囊还是可以回收一下。第3波下来再继续进行一波牵制。但是这里狗狗要不要进大房呢？不去大房打那个配合啊，因为大房里面的密码机也是可以看到。勘探员正在抢，只有50%左右。求生者这里甚至是一台密码机都没开，全是大遗产。感觉这台密码机是有点被压住了。
因为你求生者化险为夷是没有了，那你墓地的这台密码机基本上是开不了了，求生者也不太敢来救。你要过来救的话，你就得冒着一个双倒的风险，所以干脆选择把人给卖掉，然后再去看一下能不能继续创造一个3人开门战的奇迹。那接下来的话，其实你前阵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宠爱这边手里是有技能嘛。是。下一波是有可能快速续上节奏的，毕竟守墓人状态比较差。如果说找到守墓人的话，那就很赚了。而且守墓人那边也没有去找机械玩偶进行一波调整，是选择在小门方向补开了一台遗产。现在这种情况，对于宠爱来讲，墓地这台密码机他不太敢离得太远。钓鱼成功了吗？起了耳鸣，但他不确定是不是墓地的耳鸣。对，断了一瞬间，怎么说要回墓地看看吗？回了，那这一波可以确定人就是在墓地了。而且这台机子还是开不掉。是，求生者在外面也是开了台新机啊。小一鸣这里必须要撑到，至少要撑到那台50的先开掉。对，50的开掉。一波藤蔓铲到了，来得及出刀吗？来不及啊！主要自己也被弹晕在原地了。是的，不过弹的角度呢不是特别好。对，如果能弹一个这种纵向直线的话，还是比较舒服的。是的。纵向直线的话，小一鸣应该就吃不了那一刀了。对，手上还有一个碎石的机会，先用藤蔓拉近身位。那这样的话，一定会吃到这个磁铁。碎石，哎呦，飞轮顶掉了。因为你在控池吸人的时候呢，你其实是位置是固定的，又一个弹，再次躲掉了一波碎石。躲掉了碎石，那这样其实密码机是可以直接亮了的。对，碎石压起身吗？怎么说？哎，没有开，求生者。知道你这波是压其身，我就不跟你玩那么拼，我再来救一手。这样的话还可以多拖点什么呢？勘探员的道具以及他的飞轮时间。毕竟勘探员是第一次上椅嘛。哎，但这样的话是可以先去封一下密码机。对。看一下，没有选择封，还是要封的。对。但是你封的话，我不着急啊。对于求生者来讲，他们可以再去重新开墓地，然后让中场被封的这个人来救人就可以。是的，是的。而且在墓地的话，勘探员一会儿就可以往中场转嘛。如果说中场有人压机的话，勘探员转中场呢，那么可能就1追2，两个人就撞到一起了。对。那这样我去开墓地的密码机，然后勘探员往中场转，救完人的这个人呢，直接贴大门也是非常近的。好，这边还想再管一下密码机，但是11已经从另外一边绕过来了。没错，而且墓地的密码机也已经压好，这样的话，勘探员也是成功续出了一个磁铁，开门战的牵制能力呢也会比较强一点。一波无伤掏，那直接进中场。是的。另外的人可能会直接点红塔门。看一下宠爱的选择，一个藤蔓追上勘探员，但是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翻窗出去的。是的。选择开门。现在这个位置被迫交碎石了，先震一下，手上有闪现，但这个闪现要用来管门，这个磁铁没有触发成功，怎么说？要不切移？如果要挂人的话，那门其实就已经拦不住了。是的，是的，这个距离还是有点远啊。如果说他是在大房中间倒地的话，他其实可以切个移形过去，把人赶一赶，我先把门封一下，然后再移形回来挂，这样会好一点。那最终宠爱也是在第3局的上半场完成了一个保平。最近杂货商登场率高也是可以理解的，像圣心医院杂货商甚至都可以拿出来打一打，它也算是。好的，我们来看下双方的选点：3连的守墓人，中场的勘探，然后右半场的小说家以及花园的气象。那这个阵容其实对于杂货商来讲没有特别明显的突破口，所以他想去追人。脸上是守墓人，要么就开门进大房吧。感觉不太想去管守墓。不过他把第一个技能是用来自然交易了。那这样的话要绕一下小门吗？对，看一下求生者会不会到人皇的密码机来破野。这把右半侧只有2台密码机啊，一台是在人皇密码机，一台是墓地。对，这样的话到红毯这边是有小天的气象。是的。先开门，给到自己有一个碎石。再开一个门，哎呦，预判的一波非常的精准。小天手上捏的是个强风，但是位置不是很好啊，这地方不太好强的。哎，强风
行。是的，还是交出来。真真九刚才有点贪了，他想先碎石，直接他想秒人。这样其实可以打一刀的。对，但是求生者他手上有道具，他不可能给你打出这种连招的呀。如果说你前期那第一波碎石已经把他的道具逼掉的话，是有机会的。对，这里再用个藤蔓赶上。但这边好像也挺难。哎，没勾到啊，距离是差一点点。对。小天再次交出一个强风。哦，这里直接过来保，虽然换完位，但是藤蔓还在，能勾住吗？勾到的是墙，直接交闪，一个沉云，飞越高墙。他又回到了110冲。是的，真真九这一波是没有视野的一个盲闪啊，感觉还是比较大胆。主要还是因为气象手里有道具，如果没有最后的一个碎石了，能不能成功震到呢？再躲。那可以看到小果冻是直接上班啊，第二本隐喻马上要吸出来了，已经到达了3/4的一个状态。OK， 吸出来了。那这一波是不太好把人给击倒了，可以换位砸头。不过小说家没有直接交，还是稍微忍了一下。看一下真真九一直看着小说家的方向啊，是想防什么呢？但如果说还是想偷袭，他有可能是想偷袭的。他想确定自己的位置跟小说家远不远哦，卡到了墙后，王子被隐喻断掉自己的藤蔓，打断我的技能。对，是的，是的。前面有一波很关键的就是打断了嘛。那这里终于成功把人给击倒，但是外面的2位穷者已经开掉了2台密码机了。不过这里也能守到脸上这台，因为脸上的话是一台比较多一点的遗产了，46的进度。这台其实可以等守门人救完以后再走再修。对，然后小说家现在就是去补队友的第2台遗产，因为守门人他一定是破译了一个20%多来救人的。而且我觉得后面可能是要换到勘探员过来去保这个人。对，这里真真九是直接选择打铲子了。而且小明这边也是想去扛一下。没错，先震一下，再开一手门，补充一个碎石。再震一波，哎呦，还是打到了针对。对，对于守门人来讲，人皇密码机就那这样的话，其实还是会倒在这儿。对，然后我还是能封住那台密码机。是的，在密码机还是会被管。对，那这样密码机会差一台了。勘探员那边已经启动了，他手上的密码机没有修完就直接赶过来，准备进行 OB。对，因为这一把对穷子来讲，必须要争3跑嘛，争3跑的情况下 ，OB 位。就得提前上班，主要他们不能让这个人，在开幕战之前是有直接被淘汰掉。是，那勘探员提前过来保完以后，小说家破译完了，可以过来帮守墓人去进行一个破译，或者小说家保守墓人继续破译，一波弹，看一下，炸一下，飞轮顶一下，那这个人救不了了，闪现震慑，这个人要飞了。是的，碎石的。间隔 CD 是非常短的，而且我中间地上有藤蔓压制你，就是我不仅有碎石，我还有藤蔓。关键是杂货商他的出刀也非常快啊！你在那个碎石的间隙呢，你还得去防止我出刀来打你震慑，这对于救人来说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对于勘探来讲，他还要保证这个人下来要6，是，所以说可能要考虑的东西太多了。没错，那么回归场上的局势啊，守门人那边是破译完遗产，准备贴过去小门救人。现在这个局势对于成都狼队的穷子来讲不容乐观。对，其实对于真正来说，我只要守住这台人皇。哎呦，这也能掉头掉过来，但是并没有抓到小果冻。小果冻暂时也不太敢给这台密码机压力了，因为他的状态太差了。没错。现在对于穷子来讲，如果去外面开新机的话，那487不一定能够坚持到新机够。对。但如果抢人皇的话，哎呦，一波直接把铲子打出来，抢人皇的话。有可能会被管，真真九也是看到了，想抢，马上藤蔓要过去了。是的，但是还是差一点点啊，84%的一个密码机。真九看了一下进度，那边求生者好像想摸状态调整上了，对，他们一定是得调一下的，不然现在都比较残嘛。那也是找到了一波喘息的时间啊！刚才那一波是非常危险的，如果小说家被留在这密码机边上，那这把可能就要奔着4抓去了。但他们最好再去外面重新开一台。对，那狼队这一波把状态一调整，他们就有拉扯的一个资本了。487在这个位置是很难被秒掉的，毕竟有3个磁铁在手上。现在外面求生者骑台新的，让这2个满状态的人再
密码机边上给压力就行了。啊，这样的话也是要看一下勘探能不能撑住是那么长的一个时间。小明这边是摸了一个针，这一波弹是用自己的一个小加速啊，躲了一下碎石。第二个磁铁也是准备交了。对。守墓人应该会去补人皇那台密码机啊。是的。这样的话就能够少修一点了，17%。真九手上传送还在，但是这时候应该不会交了。他看到人皇在抖，他知道自己传送过去也不一定能够阻止求生者通电了。他现在其实看能不能去压到一个起身会好一点啊，但是因为翻过去了。对，然后求生者通电也是通电的非常及时，有一个飞轮，要不要回头顶呢？往前，但还是被抓到了吗？还好有一个重金托，我的天！是的。来不及触发这个磁铁，重金之托的一个移速加成嘛，也是快速的拿到刀。对，而且这边的话把它挂到离刚刚那个门很远的一个位置啊。是的，也是不让求生者有机会再继续操作了。对，那这样的话也是恭喜 ACT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没想到上来第一局先落后大分的情况下，他们用自己坚韧不拔的一个韧性。你们多跑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对吧？你们多跑被保平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得先试一试，碰一碰。可能我们联赛现在最强。不讲的话，可能在面对桃大师的话，他的一个迷烟炉还是有一定的反射空间，是有用的，对，是有用的。来看一下，也是选择在了。其实无论选哪都不可能接近幸运儿。对的，无论选哪就接近不了幸运儿，你只能去略过这些人，略过木偶师。好，进入到比赛画面啊。刚才那个选点的话，应该是打算略过逃脱大师去找一下幸运儿了。但是这个方位的话，可以看到是能直线找到。阿梦这边是先翻箱子，然后再没打算躲，直接是大步开溜。没错，就保证到了第一个箱子的一个道具支撑嘛。然后这样子的话，有2手道具，看能不能去牵制一下跛脚羊。是有香水加护腕啊，这个选点的话，它是可以秒摸箱子的。现在香水加护腕，其他队友一个掩护，跛脚羊走到脸上的时间，现在卡梦可以说是装备齐全。没错，但这个位置直接放是双龙，然后去破这手香水，但也没有选择交。没错，直接先交护腕，然后影啊。那这样的话，相当于2个笼子费2个道具，没错，还行，可以接受。然后上一手2楼给到佩佩这边还是比较难去交围龙的一个地形啊。是，高低差的一个存在，确实是不太好交。这边进入到平地的追击节奏当中，因为这局卡梦它是一个纯化险为夷啊，牵制上还是比较费劲的。没错，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硬拖时间了。下一个围龙落地下来，围龙一交，大空地绿河，而且有减速，应该是要倒地了。没办法，对，没办法，就感觉真的没什么办法。幸运儿的话，前期的这个道具护腕加香水，然后被2个笼子重叠，然后给破掉了。对的，对的。那么幸运儿它就是一个纯化险为夷牵制，不过也还好，因为毕竟密码机修的还是挺快的。我觉得是挺够的，因为这个位置你牵制倒地了之后，可以利用桃大师的技能，然后进行拖时间，你会发现密码机差不多就已经一个将近3台的一个左右节奏了。没错。看一下赤红这一波直接变身。开笼子，也是多拖一下你的一个，给到一刀，哦，这边的话就正常吃了一个1/4的状态，把人救下来。卡梦直接打到一个针对，那这样的话，木偶师这一波其实状态不是很亏啊，因为他没有选择去交路易，或者说跛脚羊这边也没有选择去放笼子，啊，给他打成一个1/4状态。这位置的话也是来到大房旁边，最后时刻下个板，逼迫佩佩这边绕路。然后再进行一波挂人，对，这波救援的话，应该是由无心的逃脱大师来执行的，对的。而且脸上这一台好像是进度93的密码机，也是木偶师那一台。那这样子看要不要选择一手换，还是换到了离自己更近的一个位置，然后再交了自己的一个迷烟炉。我觉得就硬拖时间嘛，你像外围的话，密码机这边是一个最少是38的，如果说硬拖完之后救下来可以拖到一个60、70的状态的话，这局密码机真的够。是的。还在拖，给到一刀，正常把人去救下来，然后分开走。没错，这边我非常来一个跃龙。哦，给到一刀，那这样的话，卡梦应该是要在开门战前被挂飞了。这样子的话，你看到外围密码机又停滞了，就觉得密码机不够嘛？对，选择一个暖雨去治疗一手木偶师，对，调一下状态。对。这边的话，卡梦又倒在了地图的一个角落，拖一些挂人的时间，然后木偶师的一个状态回暖。
也是对于求生者来说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啊！最后时刻通缉到了木偶师。没错。吴昕那边的话呢，先是摸个道具，然后为后面的一个操作做铺垫啊，获得一个魔术棒在那摆着，直接是底牌交掉，切成传送，落地之后是个满状态的木偶师。要追吗？看一下这边，其实前期的消耗的话，阅历值是满的，还行。再变一手，哇，这边是一个终极慢翻。对，但这一手慢翻其实导致他这边围龙可能不好猜啊。对，看一下，过来。哇，这个刀气把控能忍住不交这个路易，给刀一刀啊！那这样的话不能再交路易了，放笼子上来，跟端下来落地刀，哇！这感觉这边佩佩是用了极少数的一个围龙消耗了极多的状态，击倒了赤红。确实，佩佩的话，他对于围龙的一个把握是非常精准的啊，对的，他不需要刻意的去瞄准，就是他的心中有一把尺子的感觉。好，选择放下，或者直接管一下。吴昕连弩一交，这边能打到位置吗？感觉难，高低差好像卡到脚了。哦，不过吴昕想木压，但是他提前钻回来了。确实，那这一手的话，把人往遗产一挂，另外一边还要摸状态，可能对于局势来说会有点糟糕。拿策选择在远端去修另外一台遗产机，那这样的话，赤红这里要扛太大压力了吧？这个压力太大了，扛压的机会吗？能起吗？再说起了的话也没有用啊。对，没事，我放围龙啊，放围龙，然后去把你击倒，对吧？往那边牵一点。其实我觉得他的围龙摇，哎呀，差，应该是差挺多的。对，因为他基本上是瞬间挂到的，挂完之后那边阿策也不敢修了，密码机已经是95%，能过来抢救一波。但是救完的话，其实也不太好。哇，给到一刀，而且瞬间又生成了一个笼子，能拆掉吗？再拆一刀。再拆一个，哇！那这边是手上有道具的强风推走，手上愿力不足，这边卡一下就差2点愿力，有了，飞轮变出来，给到一刀带走了阿策。我的天！那这样的话，佩佩第一局是在不归林用跛脚羊完成了一个4抓，确实这一局佩佩的思路太清晰了。他抓住你们完全的后期一个运营思路，对吧？知道你这边是桃花大师去补遗产，去开展新的遗产，然后把木偶师牵过来的同时，长的选点得了，选一个绿河上一个，中场一个，绿河下一个和大房一个这种。哇，确实没想到啊，变阵啊，变招了。对的，觉得你在下半回合要还一个4抓的时候，可能还是会选一些比较强势的，但实际上先知道这俩又谁比谁厉害呢？对不对？谁又比谁这个脆呢？或者不脆呢？是的，那这样子的话，其实脸上就是一个限制，而且这个位置对于邦邦来，好，进入比赛画面，应该直接单挑猫猫啊。猫猫这边双弹飞轮已经准备好了，而且的话已经暴露视野了，直接准备开始高低差牵制。这边的话板子下掉，然后我选择放一个5秒雷，然后回头反绕，不让你上我这个旋转楼梯。错，但这个5秒雷的话，确实也没有炸到，没有炸到，因为刚才年锦的话走到一半好像有点卡住了。对，没有形成一个本体和雷的统一的一个压迫。哎，那这样的话可能要进行一波暂停了啊。好起来了吗？还没有。已经回溯过来了啊。没错。好的，那给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机房联通网络出口被DDoS 攻击，导致丢包啊。我们已经是回溯完毕了，现在比赛正常继续。对的，在这边的话也是贴近身位，来到2楼的位置，利用高低差的话是一个实体刀。没错，第一刀拿得很快。对，再回去。但距离我感觉是并没有拉开太多的。2连雷，2连雷高低差稍微有点太高了一些，没有连到，没有炸到。看这边落地下来，先丢一个单雷封住走位。张狂已经好了啊，这个慢翻，而且前面的2连雷还有个连雷的机会，飞轮，主要还有一只翼鸟，看怎么交鸟炸掉被炸到了。那这样的话把先知给秒了，没错。而且最主要是什么？移形没交。那这样子的话，哪怕说你这边幸运儿交信号枪过来救人的话，我移形还是能跟上身去。没错。来看一下这边李宝的一个位置也是被压迫开了，要选择换一台密码机修，然后另外一边是让佣兵这边看一下，李宝这边感觉不太想救吧，应该要看一下雷了，因为这个倒地速度还是挺快的。如果说要这波没救好啊，可能要被多抓了，要被4抓了可能。这边所以说会不会想偷袭一手，或者说干脆就卖了？那梦露这边是已经躲藏的非常的
近的一个距离啊。对，我继续上雷，过半之后，是的。哦，让过来了，就妙雷，给到一刀，正常救下来，然后又吃了一炸，那相当于3/4状态把人救下来，先知倒地也很难溜起来了，往上走，连雷没有连到，躲开了一下，但是的话呢，也很难溜出这个化险为夷的时间。是的，就这个位置我们都说了，高低差对于邦邦来说有影响，但不大。对2连雷直接收走，击倒，翻掉这块板子啊。那这样的话，先知是一个挂飞，外围的话3台密码机，几乎快亮了啊，但是还是优先调下状态，最后是个通击到了梦露的飞行家。哦，一行一捏直接落地下来。这边飞行家的话满道具，其实还是有一定牵制空间的，但这边那个连雷感觉距离是不太够，是距离不太够，然后选择从大房外围反绕一下。对，梦露这边是没有进大房，所以没有被反绕到啊。再上来的话，稍微有点追丢目标，那应该知道梦露在窗口那边了。这边一个盲2连雷啊，没有击到。那选择去外围管一下外围密码机，因为整体密码机的话，其实还差1台半啊。对于全人方来说，还需要拉扯非常久的时间。是的，过来找一下幸运儿，幸运儿手里的话是有一个护腕的，想先凭借走位躲一下雷。遥控飞轮，哇，木压一个遥控雷引爆，这里还是非常细节的。直接交护腕这边的话，相当于是无伤牵制了30秒的时间，消耗一个护腕一个飞轮。然后这边的话，梦露想回去补一下大房外围密码机。但这个其实状态条来说的话，一直消耗下去，对于梦露来说压力还是挺大的。对他其实还是挺危险的这个状态。现在有没有一个隔墙炸的机会？先把走位封妙雷，封住往外围的走位。前面手里飞轮，哎，第一个雷就交飞轮，他是不是以为是对遥控？有可能以为遥控。哎呦，那这样的话被遥控雷给收走了。那脸上一台大遗产哎，对，压住了。对，只能这波化险为夷是必须要套出来了。套出来的话，才能把这台遗产机给带走。就看这个救人。对，这个救人救下来的话，还有一线生机。要是没救下来，这一局的话将会被还一个4抓了。对，现在先把雷先布一下，但是椅子上面都还不敢犯雷，怕被球员这边抓到枪使。直接过来，压迫感很强，直接撤，当涛哥。我的天呐，这样子救下来之后，2个人都化险为夷带走密码机，那这样子对于年景来说，一个控场的机会点就丧失掉了。没错，再交一手护腕，拿一个护腕。远程2连没有中，前面遥控雷能中吗？能中吗？没有中，还在追李宝，李宝手里是没有道具的。是的，但这手移形好了，所以飞行家靠密码机。这个雷帅气回头，结果炸到了。对。但现在其实就因为这个化险为夷交出来之后，你会发现已经很难控住了。对，也很难控住了。但是救人还是有压力，因为场上另外2个人都没有回光返照。是的，这个人不救的话，就是等一台机子修亮，然后直接走。我觉得可以让梦露去碰密码机，逼你交移形。对，交移形管。这边你不交移形的话，我幸运儿就站在脸上，给你压力。对，而且密码机现在是足够的，所以说就即使这个人不救，这一局走一个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是的，所以说年锦这边也不能坐以待毙，要交了。过去到梦露的脸上，梦露手里的话还是有一个喷气背包的。没错，选择交喷气背包，然后上一个2楼，在另外躲避连雷，成功过半。佣兵那边过半被救下来，还是带走这一台，然后还是得给这台密码机压力，因为现在位移的一个移形已经交过了3连雷，没有躲开，狂轰滥炸，梦露现在压力还是很大，但如果往回溜的话，可能要被挂过去。不过挂过去密码机，但我觉得其实这一波已经成功了。现在你手上没有技能，开完战我要跑一个，选择硬抢硬修了，看这个能不能炸断。没有连上，选择佣兵硬修，直接点亮。那这样的话，没有挽留存在的情况之下，这一局最多就只能再留1个，而且雷不多了，并且你也没有挽留，那这个时候移形也交过，没有任何的道具是可以留下求生者。是的，主要飞行家的话，刚才他手里留着喷气背包，没有被落地秒，这样的话年锦其实机会就不是很大了。连雷，现在只能说是先围绕门来打，然后看能不能把移形拖出来。这时候击倒佣兵的话呢，飞行家这个自愈应该也要交出来了。没错，然后一边一个门。很难4抓，对，很难4抓。这边一挂，就另外一边2边点的话，其实你管一个门就管不到另外一个嘛，没有底牌。如果说你有底牌的话，其实这个时候但凡是能淘汰掉1个还有机会啊。但是现在神队这里还是一个满状态。不过地窖的话不在大房外啊，对，还在绿河的附近，手上还有飞轮，这个地方还是比较难走的。他只需要帮队友去拖时间就好了。对的，遥控给到1格。在2连雷，架死在河道下段啊！刚才已经看到消息了，但这个地方应该是要被架死的啊，因为幸运儿手里也没有什么能够保命的道具了。
那这一刀的话直接带走。那边飞行家的话门已经点开了啊，选择一手直接出门，还了一个3抓。 但是我觉得对于 T 来说，就是已经拿下一个大分的一个好信号。对 T 来说是非常可以接受的。对，他经常有一些非常惊为天人的操作，对，远程随手丢一个分身，然后直接击倒，非常夸张。但这个阵容他拿全消的一个点就在于说他要打这手守墓，我觉得是守门人小心了。对的，那守门人可能就不能再2战了啊！守门人保护一下起点球，去玩一下这个。 站台，然后拉开一段身距之后，再选择去上车。说，不过确实这个上车这一块肯定是比不了气象的，直接飞上去了，对吧？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啊，直接往起点方向走，是猫猫的火灾调查员纯弹射的一个天赋啊，上来先上一颗球，再上一颗，哇，2颗球上得非常快，而且你这个过山车的中间时间是并不能拖到我的。 太多，我这个经验标记去调的啊。那这边看一下，哦，他要等一个双人惊喜，感觉直接要吃刀了。但是现在跳下来的话，还给到一刀，不交双人惊喜就要吃刀了，非常快速。这边气囊一交，再弹回起点。但是前面的话很难溜了，前面的话双人惊喜可能要上2颗球。对。这边张狂的话还有一会儿才能。哇，上到白球了。那这样子只剩一个红的啦。不过还好这个气囊是弹开了，没错。但是。 道具消耗完了呀！对，张金已经进入一个冷却，同时火灾调查员也没有道具了。那在起点准备倒了，看这意思。对对对，移形刚好，张狂翻过去了。哦，那这样他马上好了。惊喜，哇，年锦他这个没有前摇啊，感觉。对对。短按，而且很准。哦，那这样的话1台半密码机倒地，守门人还被通缉了，感觉还是有点。 出乎预料吧，就是没想到会把火灾放在这个起点站的位置啊。感觉火灾人员上车是不是还有点急啊？如果你在起点的话，你可能不能那么急的上车啊，因为你的球是可以去拉距离的，可以至少抵掉一波双人惊喜之后再考虑上车。这样子的话，陈宇过来落地吃2颗球，抓后摇直接救人，必须给一刀，按一刀啊，给一刀之后再过来追一下火灾人员，因为他手里是没道具的，非常不动。哇！ 这熟练度哦，确实根本就没有犹豫的一个空间在的。我感觉他肯定是不用思考脚底下到底是什么颜色。是的，对。这样的话也是往守墓这边的一个密码机倒地啊，那这样的守墓可以再进行救援一波。对，这一局好难呀，已经透露出来这种比较难去争平局的机会了啊，这种感觉了。又通缉到了守墓人，逃离，这个下残，哦，直接起飞。 空中飞人，确实空中飞人了。对的，那这边选择啊，直接无伤救了是吧？救下来。好，无伤救，想追守墓人，手上移形没交，可以去摊。给守墓人一刀，甚至都不需要移形，猫猫才跑了没多远。空中飞人过来追上，踩板，然后等下一个，最多等下一个双人惊喜就要倒了。是的。哦，这一刀居然空了，不过还好，这边还有一个容错。哎。 没事，还有容错，还有，因为他是第一个双人机出了2刀啊。对，那现在密码机的话还差1台多一些，但是2个人状态非常差呀，也没有气象学家没有趁此机会调一下状态什么的。没错，但好在通缉的是病患，这边是一个满状态病患的话，还能去支撑一会儿。选择直接交钩。哦，这个钩的话作用不是特别的大啊。只能说拉开一定的距离吧。 啊，前面这里飞轮，飞轮交的有点早，对的，没有木牙出刀，这边再交钩上站台，但是空中飞人在手上，其实不敢去绕到对面，感觉这个点要倒了，对的，撑不了了，这边压制位置一倒，哇，过来的话20秒，对，差不多，因为正好2个钩，而且化血鱼交完了，现在压住这台遗产了，对，哇，这一局的话超级难打，现在。 看一下神坠是准备坐车来。首先，你这边气象学家唯一的道具消耗完了，然后你又是满状态，那你这样子的话，你救人上面压力就很大，你只能选择卖了去不救，然后看能不能2个人去打一个走一个的对局，就把守墓人台密码机先偷开，对，然后2个人非常神秘，看有没有人偷这台81的密码机，然后另外一个人起新机，对，看能不能这样打。反正这波如果要是救的话，也得是压满。不过神队那边直接爆乌鸦了。这样子的话，空中飞人直接过桥了呀，因为有密码机在晃啊。是的。但这里，但是过桥的话，你还得留一个回来，因为他要坐车。2段嘛。对。其实
保稳。反正年景的话，他还是比较自信的，因为现在的话，你拖完这个梦露一个淘汰之后，我过去了就好了。对你现在即使开车过去来，但是我落地下来这边的话，双重惊喜在手上，能拦住。一下下车，这边再转盘来一下，还有双惊喜，再给一颗球，还差一颗红球。这边起心机了，是的，起心机，但是很难坚持啊，感觉神坠撑不住，他要撑一整台。对，双重惊喜只剩1秒了，我有打到，但是直接再补一个双重惊喜，这击倒，这边哇，年纪这个喧嚣也太喧嚣了吧，这也就直接挂了，喧嚣本嚣啊。对，直接挂了，完全不担心你能牵制得动我，完全不担心啊，直接是底牌传送过去了。是的，排一下点位，回屋，你只能直线去往椅子靠，然后把人救下来。救得了吗？得救，你不救你牵制不动的啊。但是他好救吗？满淘汰的一个气象学家怎么做完呢？空中飞人，哇，已经贴脸了。这边产生的一个进度的话，还有1/3接近。干一颗白球，前面双重惊喜准备，你敢出图我就直接打，对吧？来回的一个博弈，这边怎么出图呢？哎，可以哦，但是也溜不动啊，但没什么用，对，就是确实很秀，还是溜不动。是的，空中飞人过来，哎，走位，哇，没办法，真没办法，从头秀到尾，就剩年仅一个人秀了，你知道？是的，完全没有完成一个4抓，把比分是扳回来了一些啊。连续啊，打5把赢4把，这打3把赢2把。哇，这个水平相当之高了啊，水平相当之高了。两边阵容的话也是完全不同嘛，对，就看应对方法吧。我觉得对于佩佩来说，区域选择也很关键。你像上一局，我觉得年景他的区域选择还是真是超到终点。哎呀，太会心理博弈了，那就看弓箭手个人操作了，太会骗了。啊，压力又来到了我们新人头上了吗？对，因为弓箭手的话，它有个优势在什么？我可以跟你一直拉点，就给你上实力的值一直拉点。对你得原地挂。好的，进入比赛画面，直接往桥边走啊，是卡梦的飞行家啊。看来这个新人暂时不用抗压啊，考验一下老队长了。看一下，这边背包一交，还行，双重惊喜吃了1颗球，其实可以接受的。但贴脸的话没有什么太大压力。对，是等你过来了之后再拉开。别回头看一下位置，回来踩板，然后等待双重惊喜的一个 CD， 看看这一波。要不要提前交喷气背包？哦，直接交喷背包，但是的话呢，吃了1颗球。对的，对，这样子的话，其实前面还是有1刀的风险给到。哦呦，好远，好远，好准。对，那这样子压迫过来，其实佣兵这边马奇会被有所干扰到啊。得到1颗球，球红差一点点。但是还缺个看一下红，那叫粘住，直接交大喷，大喷过来。空中飞人赶上，哎呦，没办法。佩佩他跟年锦的这个打法感觉不太一样，佩佩是精算师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等你教完技能之后，我再打到你不迟。年锦是纯肌肉记忆那种，就是可能我还没想好，但是我刀已经出了，而且还准。佩佩的话就是算好了之后你要翻过去，我觉得你要翻，那我等你翻过去之后我再放这个双人惊喜，我再给你打震慑，2个舞台一个重合，这个节奏同样很好啊！这一局回来过来手椅，不过手椅节奏的话，看要不要硬拿。火灾伤员1刀，骗出了飞轮，有1刀。那卡门那边用一下火灾伤员的球，火灾伤员他是没有化险为夷的，对的，所以说这边要自己单人牵制拖够时间啊。是的，而且这边马其实没有开，看一下，但我们心里就是有一块表，看看够不够20秒，感觉差不多够了。哎，躲了一个双惊喜，但是这边的话还是贴板子出来，还有一个双惊喜，只剩1个球，哎呀，但是抽到了，没办法，你这个板子只要一下，我这个土球能上到，对，所以说还是能去命中到，这就是飞行家，他的下板要是再快一点就好了，是吧？对的，把人往这边一挂，但也是拖出了这个化险为夷，我觉得这波救人以及牵制是比较成功的。是，看一下这边是让佣兵贴过来，躲在这个气囊后面也是没办法看到，有没有选择解决气囊？是，这个气囊真的这个人造掩体啊！对，来了，吴昕这波救援直接交互换，这一波应该是能无伤的吧？然后一个出刀，这波无伤还贪吗？还要贪，就打1刀，掉了，打1刀啊，还要打，再打，
好像确实能啊，打把双倒了，卡梦才走到那个位置。是的，因为有移形在，无所谓。这局的节奏怎么感觉比上一局好像还要差一些啊？给到一刀，这边是个双倒，而且佣兵倒在鬼板了。是的，那边是一个遗产密码机。这个局面，主要是那台是73的，你不是说一个8、90的还要去抢的一个情况。对，哇，这个摊双倒也太能摊了。对，我觉得要么就爬走，应有尽有啊。但是好像也爬不远啊，这个位置。指引一下，仙人指路，直接看到了吴昕过来捡起来。阿策那边密码机，应该是快亮了。对，手上还有底牌，这边的话只能想着说让赤红这边看能不能把人给带走才行。这边是一台超大遗但产，是赤红这个位置好像来的会特别晚啊。确实，而且这个局面好像已经不太行，是对，很难走一个了。因为本身你开局的倒地时间就不是说特别优势的，对对吧？虽然说你26是6到一定的一个时间，但是你这波双倒的话是无缝衔接了2手节奏，是，就你跟上局可以去做个比较的话，差不多。看看赤红能不能救加超级 OB， 对，超级保人只能这么想了。超级保人。佣兵这边的话是有道具的，我救下来之后，佣兵交互万，对，佣兵能6， 6，对。所以对赤红来说，救人的同时不仅要自保，还要去保人，看能不能去做到吧。我觉得比较难。这边是把这个桃花镜头条压的比较满一些。赤红在这个位置被发现，对，接着龙武功压迫，哇，一箭穿心，很准啊！一个后撤弩，是的，飞轮想削球，哎，不能吃刀，哎呦，太堵了！这波搏一搏，其实硬吃一刀就会稳一点，但是他想着说我必须要把无伤加保，对，无伤加保，这样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下野吃一刀，我有加速，我可以拉走，佣兵可以交互换，是我们2个都不倒到这个遗产，但这一波赌的话就会直接挂，移形，但是位置不对，回头了，对，知道在这个附近了，冷静下来，耳鸣，看一下，很神秘呀，阿策，真有机会吧？有吗？真有机会，我觉得有个飞轮，有一个气囊，双击的话有4秒、3秒，哎，真有机会。他喧嚣他一刀解决不了这个人。再定又是脸上回去了，再定又是回去脸上。对，都指引到椅子的方向，主要是这个就很迷惑。是的。那但是这一波有没有可能猜到啊？这边往鬼屋走了，但耳鸣还没响起，选择插眼。插眼。而且火灾人员手里还有个球，还有一个蔷薇仪。对的。这一波的话不好拦的。手上有飞轮。是。对于佩佩来说，要骗很多道具，但是没太多时间给他这么骗。是的。耳鸣还没响起，他不敢放这个身位啊，不敢让你对面有桥上过来的人。但其实阿策是能走的。我觉得对佩佩来说，他是可以明确的知道对面半时没人的。阿策。两人露出来了，气囊先弹开，没有弹到。这边想打气囊，两边都在犹豫。对，因为你这边只能躲他一个后摇。飞轮先交有加速，但是过来一球，有吗？掉了！我的天哪！那这样的话是双方完全战平，6比3、3比6，不怎么影响。看调酒自己的走位，毕竟还是有加速9嘛，加速9的话有前的空间。是。首先，你应对到对方有可能选鹿头跟小丑的话，飞轮肯定带得多，对吧？天赋上面的一个克制性在上面来说就不太过去，把窗户给封住，对我再起追你都行，或者说我先，而且选调酒师旁边了，对的，因为他知道调酒师位置就是放到全图最能去牵制破轮的那个窗户了，对。那就看看这个，直接变身吗？直接变身，这个窗户就。对，无所谓了，先赶过去，然后再变，对。不是吧？哎，这个反应空间这么大，结果还是没有做到。因为中间是完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直接这样上了一根刺然后再变轮，因为把这窗户已经封住了呀，很难相信。是的，本身的话我还可能要周旋一会儿跟你。很难想象这个隔窗刺。那，不过被卡住了，被模型卡住了。好险！看走位了，这边左右摇摆，哇，如此狭窄。因为这个地方的话也是比较影响加速过来，要了，蹭到了，窗户过去，前锋补撞，兴奋不能现在交，只能继续忍着，然后去追击。没错，这边的话就给你拉开距离，手上的话还有加速9，前面飞轮也好了。
然后看这个夹子，加速九先加速千交，让你没有开扔夹子的身具。但这个窗户的话要骗夹才行，所以说绕回去进板。进板的话，这边也是有个定点夹。飞轮躲掉了招，但是这边能盖到吗？哇！翻不过去了我呀！的天哪！那这样子看一下倒地时间，因为前锋他一直在跟着的。这波还不能撞啊！是的，夹子封住走位，只能从另外一边过来，撞过来，近身一交，给到一刀没。办法，这波撞的话就是必给一刀的，但是前锋应该是不用负责救人的，没错，但是感觉还是有点毁了啊！这一局，这把看能不能拍到救人的来的方向没有？哦，那梦露那边找人去摸一下啊。那现在密码机是停滞的一个状态啊。回来，他保证自己开2阶，然后这个时候让调酒师拉走，没错，空间枪不着急交，我觉得。但前面板子不在了，得去顶压力啊！空军可以，好飞轮帮忙那这样子的话，直接开枪。那这样的话，状态能回起来。对。那这个时候就得小说家或者前锋过来帮忙了，断他的一个2阶，给是到调酒师一个2次牵制的机会。是的，只能说这一波配合是打起来了。对的，剑刺给到，2阶也上到，悲观吸血，夹子封到，直接撞直接过来。不让。那往小房方向走，神盾那边甚至又调了一瓶酒，再撞。哎，这个撞的话是混淆年纪的就逼你辩论，其实说白了就逼你辩论。对，让你在一个位置不好的地方辩论，对一来一回又是10几秒。对的话，选3次拉开，交互的话还要撞，再撞，交互还撞，对的，就一球多用嘛。再回来。但是神盾稍微有点被反绕到了，再补撞梦露，他这个球好多呀。是的，就是一直点控你，让你辩论，那这样的话硬拖我的一个10几秒时间，外围的密码就能动。是，这波前锋打得非常好了，那前面夹子空掉，哦，那这个位置只能自己去绕。走窗飞轮的话没好，这个地方应该是要倒了，对，倒地，但是拖够了呀。密码机的话还差1台半。这波救人的话，应该是梦露直接救吗？给他救，梦露直接救，反正在脸上闲着也是闲着，是吧？先去窗户，那就直接时长踹掉，好踹掉，机子没了。对前锋来说太心痛了，前锋我这一局白干了，勤勤恳恳。是的，好，过来想套一下化险为夷。然后先刷，等你变身的话，就换位，对，换过来，然后再保这瓶酒回上。我感觉这夹子夹到了梦露，但是这边小说家帮忙扛到一刀，梦露这边也没掉状态。那神盾这瓶酒又能回上了，而且下一波是有飞轮的。是的，队友再帮忙保一下，打最后一台。最后一台已经在修了吗？直接选择管密码机，但前锋手里还是有飞轮的。这边小说家再换位，感觉这波管密码机会进入到求生的一个圈套啊。是的，感觉你要换的。这边再上2楼，但这边坚持的话好像快拔掉了。这边能不能拔掉就差一点点，好像没有，先下去进板后去拔飞轮，这刀给就给了，刀扛到机。再挡住位置，不敢出刀，打到小说家，没错。那这根刺应该是能拔掉了，拔掉了。前面的话，新密码机已经在起了，这边前锋在旁边。一个慢翻过来，飞轮交掉了，但是现在吸血还没有好，是，而且没好。一个加速过来，甩尾，哎呀，差一点点，走位，1秒钟，变身。没事儿，冷静一下，看看这个局势，看看来个神之一夹，夹到了前锋，夹到前锋啊！前锋现在就帮忙换，等小说家起来再换。对，只能这样打。针对刀，打到了，就是。那这样子的话，完全局势又不同了。没错，前锋这边手里也没有道具了，哇，这个针对刀神了，太关键了。是的。但现在的话，问题就是在于，首先没有这个挽留嘛，然后底牌也交了。对，密码机这边70多，找到了逃离的空军，变身，飞轮交出来，前面这个夹子躲开，前面双板区还可以玩一下，封住，前面这个板子能进吗？感觉能进，再博弈一下得，直接过板，不跟你博弈。
哇，那这边得让前锋过来，但前锋来的位置还行，不会被拦截到。对，往花圈乙方向挂了。对的。然后有飞轮，如果不管的话，密码机是能压好的啊，能压好，能压好。我觉得这局还是偏平。就看前锋会不会被发现，被发现的话，有可能面临一个被秒。有飞轮嘛？我觉得还行。耳鸣好了，对，先管密码机，因为这边挂远离密码机了。小游家这边是，哎，等一下，没有自愈。如果说小游家被秒的话，是有机会的。是的，悲观，小游家没有自愈。但这里日常再来这台，再挂，打个平分命吗？对，再过去拦一下前锋，或者去管一下碰密码机的人。应该是打密码机了。是的，没错。所以说这边让前锋这边给压力。对，前锋这边给密码机压力，前锋手里的话一根刺，然后加有一个飞轮，上到刺了。看这夹子远程，飞轮顶掉夹子，说明这个夹子其实很准啊。还管前锋吗？他想把前锋秒在这台遗产机。在这边确实可以做到，因为小熊无伤大雅。那边小游家是过半了，没错，把人救下来，密码机一个56的直接变身，不敢修。双方都在躲，这边有耳鸣，哎，擦肩而过，好像能找到脚印回来了。对的，因为猫猫它是一个挂飞啊。对，然后有飞轮，鼠也没好，夹到了，给到一刀，给到一刀。另外一侧密码机已经在摸，但是不够。是的，再变身去管小游家没有自愈，只能等前锋起来去修一下3连方向密码机。没错。在空军这边的话，没飞轮了，但是吸血也没好。这个长窗稍微玩一下，6秒钟的飞轮，这个夹子必须要凭借走位躲掉，躲掉了。前面2秒钟飞轮拖出来，下个夹子可以用飞轮来顶，飞轮顶掉夹。是的，那只能变轮回去，再去管密码机，但是这个密码机太极限了，我觉得。但两边密码机都够啊。对，我觉得太极限了，有点太极限了。是的。这边前锋看能不能撑住吧，因为手上前锋这边也是没有飞轮的，没有自骑了，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好了，给到一个飞官带走，对，选择挂了。小游家没有回光返照，这个点也观察到了，感觉是能抓住这个机会啊。而且这一局的话有后遗症，猫猫那边没错有张狂的，还起不来，有60的陶家要4抓了，这边根本摸不起来。是的，一个夹子封住板区，这边只能转走。等被关好就结束了。再来封住，倒了，这个位置到了，没办法，对的，给到一刀，完成一波4抓。年仅在开局中期吧，中期如此劣势的情况之下，完成了一波绝境里的4抓。是的，那个针对到之后时间线也可以接受，因为它是蛛丝嘛，毕竟只要我肚子里有丝，我在这张地图架高速公路，其实我的机动性跟破轮比也差不到哪去。感觉他和教练在互相鼓劲。真的说加油，苏打说加油。哦，现在3连方向，那蜘蛛的话应该是，但你3连方向的话，邮差和哭泣小丑能打配合，对吧？你很难说是秒掉。好，进入比赛画面啊，3连方向啊，直接花坛往中间开始溜达。那阿策的话呢，直接往大房方向走，而哭泣小丑的话呢，从大房的2楼反绕回来，想修3连的密码机，回到了蜘蛛的出生点。对，那这个位置也是来到大房。大房上楼，反正蜘蛛的话前期也不着急，就慢慢跟着，慢慢追啊。对的。这边的话，加祖斯看到了，对，前面一个拐弯狗，精准咬到。啊，反正继续追也不着急。其实这一波的话，入殓师跟邮差大概率是已经看过面了。对。所以说，哪怕说真的击倒，其实入殓师这边可以给棺材，看一下下2楼后。还能再绕一圈，但前面是有架柱式的点位了，这边要开始架了。2层翻过去，哎，哭泣小丑帮忙减速，是的，但是加速非常快啊，其实这里是的，3点回来，但消耗的珠子非常多，还是给到一刀，拉不开。这时候闪现好了，哭泣小丑的技能 CD 也好了，没错，帮忙一下，撞一下 ，OK， 直接这波眩晕。而且的话呢，邮差是交了弹射，再加一个跑鞋啊，相当之快啊！这个一会儿都没影了，这人。那不也好，真的拉点一点脾气没有，一点办法没有，确实。对。1层、2层，没有狗，哇，3层4被狗给这个时候咬到了，地去闪现，那这个很难啊。反弹出来。
我的天，这边根本追不上距离。是的，蜘蛛这一局真是原地干着急啊！是的3层丝被狗给咬到了，比闪成功了呀！是我现在已经完美成功了，因为刚刚这个局已经是对甘露现在看了我一眼了，已经对吧？那这个时候你把我挂上没关系，这一波先让盔小丑救一波，对吧？然后下一波的话，你找到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对的，那这个时候你闪现一交，你底牌一暴露，其实对于全方来说，陆彦石的棺材就已经很有用了。对，哎，先让卡梦过来救啊，五行玄速修啊，因为他手里也是有化险为夷，也可以，也可以。这波只要正常救，哎，不是这个悬念是，等一下，没事啊，还可以救，而且还卡半了，而且没有打到针对刀，好像这个局面又好起来了，缓了一点，对，那没事啊，对，冷静一下，无伤大雅。就是现在呢，怎么说呢？就是先拉开，对，这个局面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差，对，毕竟你珠子消耗了很多，对吧？然后加注斯拉手上的话还有可以放狗，看一下一口吐，那完全珠子消耗干净了，那狗是躲掉。回来这边距离拉不开，给到一刀直接击倒，但另外一边的话也是能不能补好状态？初恋给看到啊？不能，就是他是忙着移情嘛，对，忙着接受移情。现在我觉得就要考虑卡梦这一波真得救下来了啊！这一次，这不是闹着玩的。看一下啊，不过他灵柩给自己用的话，其实没救下来也没关系啊。啊，直接撤蛛丝，灵柩放这儿，保稳了，因为只要救下来就可以了嘛。是的，你救下密码机你就很难管得住。哦，有夹到，看一下躲一下蛛丝啊，手里现在蛛丝不够加速。没错，带有封信，看什么信能送自己。给到一刀，给到就拉开吧，拉开让你挂久一点，然后3个人去合抢。2个人去合抢最后一台，对，再抢了70多，挂上之后密码机应该够亮了。对，80多。3个人把这台密码机先修亮，然后另外一台密码机是压好的，打3人开门战。而且的话还有灵柩啊，这一局。对的，我觉得就直接开吧，直接开。另外边心里贴到密码机，然后直接开了，因为陆炼师这边没有别给他斩丝，主要是。别斩丝，然后也别拖。陆炼师没有回环反照，这边尽可能逼蛛丝，然后有棺材，对吧？硬拖一波，而且棺材就在门附近。其实说实话，你这边还必须要管，这边再绕回来。但这个长板想去绕太难了，直接交船的话，这局至少是走一个了。对的，而且点门的是哭泣小丑啊！棺材我给哭泣小丑的话，那不是甚至是3跑。3跑，哎，但是来得及，应该来得及，应该来得及的，给得上的。给得上。蛛丝那边交了4层，你这边是没有蛛丝回去的。是的。看地窖的位置，这个局肯定是拿下了，就看能不能3。拖呗。对于无限来说的话，我就交自己硬点门，打不打我？对，交自己硬点门。然后硬点门的话，就打的话就是吐倒。对，吐倒，就我要把你吐倒，开始看能不能躲掉了。这边好像爬地窖，好像是爬地窖的想法。但是往回迁呗，不给爬，对，我就让你点，对你摇下来也可以啊，摇下来我就吐丝嘛。OK， 想让求者身上蹭丝啊。OK， 哎，躲，哎，瞄准，哎，还蹭丝，吐到了，这个减速点不开了，是下一个这个吐应该是要倒了。等一下 CD。再挂丝，好了，知道算好 CD 啊！哎，手速，哎呦，天哪！行，那没办法了，行，那没招了，那走吧。这保兵3跑，其实净胜都是拿下嘛。对，那这样的话也是要恭喜 GR 鏖战3局，最终还是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没错，也非常精彩啊。没错，这把确实也是跌宕起伏，但是反应非常快。这第2、第3局拿的会比较多。出其不意啊，这一手记录员。但是如果说是记录员的话，其实这个阵容也不是特别怕。那是选到了河道这边，不过这样选的话，它其实离咒术的一个点位也会比较远。这样的话，咒术可以先把自己那台破译完之后再出来去帮。对，我觉得他如果说要追的话，那肯定。
那这样的话，第一波的一个追选择竟然是来到中场，想要去赶一下气象的位置啊。但是气象拉点也是拉的比较及时，是走到大房了，走到一个比较远的位置。不过咒术的话，其实也是他们队内的唯一一个飞轮，可能牵制起来倒有点优势。就他是唯一一个带牵制天赋的人，而且他是唯一一个没有化险为夷的人。那追他的话，肯定对于求生来讲也是比较乐于见到的嘛。先控一下密码机，然后利用一个狩猎本能的一个高移速加成，不停的去追击，看一下有多久能够接到脸上。续一刀，哇！这里的话甚至没有选择去交出第一波的一个吼啊。接下来的话可以利用自己的一个狩猎本能继续进行一个第二波的追击，而且移形也已经好了。是的。不过对于咒术来说，这个点位的话，其实也是哇，直接一个盲视野，对。那他过来的话，其实也是已经有猿猴咒像了，把3层的一个猴给交掉。东玄他这样的一个追击还是挺有压制力的，因为他不停的在卡自己的狩猎本能，导致求生者这个身距其实拉得很近。是的，现在的话飞轮进板，然后想让枯草过来帮忙卡一下板。哦，那这波的话身位其实已经是抢不到板了，感觉皮皮章那边可能也是牵制不动了，而且也很危险，一个续刀直接打出一个震慑，他是比较细节的，先给记录再出刀，这样能够减掉求生者的一个交互速度。加上枯草刚刚也是帮了一下，所以导致救人位的那台其实只有30多。是的，1分半出头的一个击倒时间，对于技术人员来讲还是很快的。救人位的话其实也在脸上，所以是直接过去逼让枯草把自己的第一块怀表给他先交了。错。这样的话，反正对于东玄来讲，他其实是可以选择打一个针对的，这个救人位的刀摊不摊都可以。打一刀，擦刀很快。那得看一下咒师这边有没有26了。他这个走位的方向是很难牵制起来的，应该是选择等第3波。这的话还是溜不了。对，而且这里已经解锁了2阶。那么对于求生来讲的话，这个局面还是比较劣势的。打记录员可能跟打其他的常规监管者不太一样，是很难去卖掉一个求生者，然后打拉扯的。对，压满的话可以让皮皮虾过来看一下，开个圈之后能不能稍微再帮一下，然后让皮皮章那边再去牵制多一点的时间。因为他们如果提前减员的话，其实外面也还差一整台密码机。对，现在最好的情况其实是救完人之后把这个咒师给保活，看能不能打一个换挂。所以这里的话肯定还是要去扛刀的。18过来骗一下路易，没有选择交，直接救。救完之后呢，两个人是分开走了，想让平常自己牵制吗？但这个点的话，自己牵制其实有点不太好牵制啊，而且极限距离被打了一刀。那这样的话，可能要面临一个3台密码机，将近4台密码机的一个减员了。哇，还好。第5台密码机也有一半的一个进度。是的，而且他们外围还是选择了多开一台，这样的话你到后期去控密码机没有那么好控。是。对于监控者来讲的话，这个节奏还是比较优势的，看他能不能通过自己的一个移形技能去续到第2波的一个节奏。直接移形交过来找是半状态，是的。因为木偶师上一波救人是没有交路易的，所以他现在的话只能交1次路易。但目前的话，其实密码机也还没有能修完。是。这个时间的话就比较重要了，但东玄也怕脸上密码机被偷，所以还是被迫来管一下密码机。而且他先过来的话，其实是有机会逼掉枯草的第2块怀表的。如果能够逼掉，其实开门战也会更加的好打。我现在的话，逼掉就可以回去了。问题就在于脸上的密码机90了，比较难守。如果说进度稍微少一点的话，他都有时间去处理一下外面的人。是。不过也是要先守这台比较多的密码机，然后把自己的技能给它拖好。因为这把东玄它其实本身是带了一个挽留八卦阵的，他到开门战的时候，如果说连这个移形都没有的话，可能会很难打。是的，他的小天赋携带的比较多嘛，所以说必须要拖到自己的一个技能好。加上记录员的话，其实本身也是能够站着比较多的密码机，然后去远程守的，所以他还是可以去选择一个守密码机的打法。是的。就是我知道这一局密码机肯定是控不住了，但是我可以通过开门战的一个击倒和我自己锁门加移形的一个能力，去创造一个多抓的点。
那继续去给记录，但是我觉得他要不要考虑先去留下自己的一个记录呢？可能得去准备一下后期的一个打法。是的，因为技能马上也好了，现在其实也不怕求生者第一时间去亮密码机。是的，密码机的话其实是已经压好了。对的，但东元这个时候一直在骗啊。哦，这样的话，哇，细节帮求生者开密码机，然后再出刀，这样的话等于给自己开了一个挽留刀。加上东玄，其实他刚刚的走位是非常细节，他是卡住了枯草，不让枯草去进板，所以导致他脸上是立马能够去把枯草击倒。手上有人的情况下，你这个门更是点不了。他是先过板，确定能拿刀之后，第一时间帮求生者开密码机，然后一刀把大副给秒掉。与此同时，在准备接下来的一个控门。那大房的耳鸣其实也排到了，他知道脸上有人的一个情况下，这把的一个多抓，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是的，远端的话，其实18单人点门是很难点的。对，他也是知道求生者大概卡人的一个点位就是在2楼附近，而且主要是求生者现在手上的道具都不关键，气象的风啊、云啊以及木偶师，他这个路易对于他这个位移其实帮助不大。就很难说我能够做到一个远程赶过来，是只要我或者点门，对，只要我能够保证你这个耳鸣还在，其实远端的门他也是知道点不了的，就可以往上去逼了。没错，而且就算气象能够去飞走用层云的话，我这边也有一个移形能随时跟上，这样的话把人的位置赶出来也是是的，而且他这里木偶师提前过来救人，我的天！两个人的位置基本上是全场掌握，果断交出移形。那木偶师这个路易和诗句要交得很好。这样的话，木牙抬手，但是没关系。其实对于东玄来说，他还有处理的时间，因为你单人还是点不了门。等于两个人换了一下位置，然后木偶师这边在被追，那他需要撑很久。脸上是有地窖的，看看能不能去创造一些奇迹。但是木偶师他毕竟是一个纯化险为夷的天赋，感觉可能牵制起来会有点压力。是的，他目前的状态已经是不太能够去撑了。不过东玄手上的一个记录也不多了，另外一边的门有50，而且他这波记录是选择给到的木偶师。那气象这边能不能抢点门走呢？感觉是能直接点开了，因为他输液已经续不上了。是的，应该是求生者能够去稳定的走掉一个，还可以。对于东玄来讲，这把拿下一个3抓，而且是用记录员去拿下的一个3抓，那非常的赚呀。是的，这样的话你后面还这个接收还是很有必要去一追的，所以说看求生者这边的一个选点能不能把它给保护起来吧。而且我觉得从技能上面来讲的话，也需要去激进一点。预判了你的预判哦，还是在想，那选一个10字确实是比较保险的一个选法。其实对于他来说，他也会在想这个机械师到底会选在哪个地方。猜嘛。好，看一下，那在荡绳的一个机械师想追也比较麻烦啊。中场这边先赶一下。但他目前的话，其实还是在排一个想追的点。是的。但这边过来想要找一下一花，一花那边直接下铲了。但远程上到了一个粘土舞台的惊吓标记。那应该是直接追咒术师了。玉林这个位置的话也还好，但身距会有一点近。先交一层猴。但接下来的话，你还是比较危险的啊。下一个双重引起也是马上要转好了。看一下，2个球，体验去抢在这个身位，但是一个让没有拿到刀，双重惊喜去补上这一刀，还有第2段空中飞人先飞过来，再吼一下，手上有飞轮，但是板区被封住了，只差最后一个标记。怎么说？飞轮想预判，但是没有拿到，但能进下一块板，可以再去玩一会儿。哎呀，还是被打倒了。不过这把的话，前期其实干扰的还是比较严重一点的，而且就算连救人位，他其实也并没有破译太多的密码机，只有外面的魔术师的那台会比较多一点。我觉得他倒这个位置还是比较差的，就干扰到队友的密码机了，而等下他也不太好转点。而且本身牵制也是在这个附近牵制的，你救人位其实不太敢去很放心的修密码机。不过好消息是没有吞掉圈嘛，而且外面还有一个机械师，哇，直接拿一刀守墓人，但是摊不了双倒。这边想要去硬摊，哦，但硬摊这个位置摊不了了。是的，感觉一花还是比较老道啊。
卡好了你这个角度，让你没有办法去拿到这一刀。但现在好像是有点有点找不到追咒术丢了了。咒士已经来到大房了，那江秋的话只能选择一个换追，好亏呀、现在的话，双倒也没摊到是，的人也没捞着，只能硬去换追。还不如刚才直接把守墓人给打倒，去挂守墓人呢。现在你换追一个满状态的魔术师，而且这个时候魔师还有很多魔术棒。先打残他，那有2阶，身上有2层标，一个掌谢幕，想预判一下，但是进行了一个反火身下走，板，看下一个双惊喜能不能直接击倒了。那你现在相当于击倒魔术师，也只是第一波的击倒啊。一挂呀，对啊，等于是一个2台半，然后去打一个1挂，外面而且咒术的状态都调满了，这个位置又不太好去干扰密码机。对于江浙来讲的话，他要把所有的一个机会赌在下一波的手椅了。这一波手椅一定要打出一个很连贯的节奏。但现在这个节奏确实会掉的有点厉害。主要是对于他来讲的话，一个追击型的监管，他是不能这样去轻易的换节奏的。是的，而且你为了摊双倒没摊到，其实还是很亏。对的，先打残阶师，这样的话能拿到一个双倒吗？其实针对一下魔术也没问题。不过还好是已经没有唤醒唯一来拖时间了。而且场外的密码机其实也没有那么快，这边也是稍微干扰到一台遗产。 3台密码机还是需要去时间去补。然后最后一波可能如果说想要去打一个4人看门战，还需要咒师过来进行一个陪跑。但这边其实一直有一个机械玩偶在压着耳鸣。对。他这个玩偶的电，他可以先去压着，然后一会儿等魔术师挂飞了之后，他再贴过来这台密码机。感觉这一波的话，求生者好像是不打算去救了，觉得救完之后也没有一个36，所以说直接卖掉。他们想要去以一个最稳健的方法去保平。是的，加上这边本来卡的也是一个机械玩偶，就不会耗你外面的资源。对的，就算被双重惊喜给排了出来，但是我这个牵制的时间等于是白牵制啊，我没有压力。对，将就这边也有点不太想要去处理这个娃娃了，有点不耐烦，对吧？我抓你娃娃也亏，那我不抓的话呢，你这个娃娃在我脸上，我也是挺难受的，我直接走了。这个玩偶一会儿还能去贴门，如果你不管它的话，所以他其实真的打得有点难受了。机械师他其实对于喧嚣的一个压制点就在这里。对，第2波的一个节奏衔接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想找一下这边的咒术师，因为咒术师上过挂的。那么玉林的这波牵制肯定是要做的比较仔细了。远端一花是爆点了。你看这个，我距离你108000里就开始马拉松，不让你去有一个体验追击的一个机会。而且过来追他的话，他也是直接下铲，最稳健的打法。守门人这个铲子还没有被打掉。那就依旧是进行拉扯啊，但已经第6台2台都是60了，可能比较难守吧。加上现在场上呢，其实都是有携带一个弧光返照的，就没那么好去抓这个机会。双惊喜也是成功击倒阶师，而且那密码机挂上的话，其实就要压好了。我在想，他跟这个位置为什么不试试直接挂中场那个地下室呢？可能是想要去压一下这边的门。但机械师其实，我感觉那个飞轮也可以再省一省，因为确实爆了密码机要压好了嘛。哦，不过阶师好像是带了快摇的，还是挂角落好一点。这样的话，打一道咒术，直接交大猴吗？好求稳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其实可以考虑找个地方就开了。我感觉他有飞轮那个情况下，肯定是留大猴，然后交飞轮稳救保开门战。但这样也行吧，起码开门战的时候我还有1层猴和一个飞轮，垫一下江秋这边得尽快处理掉玉林了。是的，但是这边的话还有个飞轮。怎么说？这个飞轮捏在手上，通过小走位去骗一个飞轮进扭板掉了，再抽刀抽到了，但是没有时间挂人，里面因为门已经开了，而且这好像有边点拦不住了。对这边的话，就是你前期的那个机械玩偶，是的，他一直在那里，然后耐久也还没掉完，导致说你最后还有个人来出来贴门。这个娃娃他怎么做他都有作用，他又能够去修机，然后又卡到了耳鸣，中期还能牵制，然后最后还能帮。现在是要去争一个上限的。你第一局的比分已经是落后了，如果说这把再是一个平局，甚至说往平往下的话，其实有点不太够，你可能得是一个3起步才行。很容易那么好去追击。
飞行将的话，它毕竟还是有一些位移能力的。他可以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喷射背包嘛，直接喷到起点站坐车，对吧？小梦这边也是果断追击鬼屋啊，看一下飞家的一个牵制思路吧，选择是过桥的一个拉点。哇，因为香梦他这边是刚刚是断引了，所以说这个距离还是被拉开了。是的，而且这个点的话，其实能够去进到2板1双，这个双板区还是比较难追击的。这也可以考虑直接拍了。对，反正你前期这个身位，我觉得可以去拍下板。我直接交一个大喷。但是这里的话，没有站台过没过去啊。对，是有一点失误了，直接停留在这一侧。那么这一刀等于是，白白拿到了。而且这个道具是你最能牵制割据的道具。对，他把他自己的一个大喷交掉，哎，还是对于距离的把控没有算好吧，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失误。那看一下后续被卡在了这个板区，也是压力比较大，交道具。看能不能把这个闪现给逼掉吧。对，逼出来了。不过这里的话有个飞轮，飞轮飞挡到这翻轮，板，我可以有点救赎了自己前面的操作。是的那这个板区拨过来再搏再还翻，在翻哇，有点游龙，而且手上还有一个道具。这的话还在搏短板，交道道具，哇，仙雾梦这边有点着急了，被大龙给秀了，但是有点弹到脸上，我想跟他玩板。他是想什么呢？赌你反应不过来，我能喷过来砸板。对他其实是想喷过来去玩这个板子，但他但仙雾梦那边也是发现了，然后是直接出刀了，刀气过去了。他这个后摇太久了，嗯而且仙雾梦反应也很快，所以说这一波还是有点小亏，但也没有关系啊。而且你技能的话，其实已经是吃出来了嘛，这个牵制时间其实还是可以的。对的。吹风也是逼了气象的一个道具吧，一花这里再赶过来，看一下想摊一下佣兵吗？哦，算了。但是感觉应该是摊不到了。那现在的话，其实大龙只要倒到对面半场就行了。对，他现在的任务就是说我赶到另外一边，然后把密码机给让出来，让小说家第二波再去进行一个救援。可以看到，现在对于求生者来讲的话，他也是知道你求生者的一个思路，所以说我尽量的把人往终点的半场去牵，挂在桥上。且玉林这边其实也不太担心被拦截，如果实在不行，队友其实也离得也很近。我感觉这把的密码机进度可能会有点慢啊，稍微有点被干扰。一个换位，然后把人给掏了，这样的话直接往脸上走，给你打，想硬摊一刀小欧家，但是还是没摊到。那大龙的话，其实还是有一个机会去搏板。对，让大龙跑了很远，还有是个割据啊，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能够顺利的去收掉。哎，那这样的话，如果刚才小欧家给一刀的话，会不会大龙有机会牵制起来呢？感觉是有这个说法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得去上到这个2楼，然后翻下去看有没有机会玩板。不过手上如果已经是没有飞行器的话，不一定能进板。他是反正是有机会进入到鬼屋板区，然后再拖好自己这个飞轮的。不过密码机现在呢也是4台，而且求生者状态补得很好，非常稳健啊！今天的朱雀，他们的一个打法风格变得非常的，怎么说呢，有点坚不可摧，找不到突破的感觉。对，因为他们是全程都在调状态，有点不太想让你续到节奏。是的，固若金汤。现在看一下第二波节奏的衔接，气象这边直接层云飞走，脸上还有一个人。小梦交回速，田赶过来拦住一花，那一花的话手上是有护腕的，道具全部都被消耗。是的，所以的话先弹一个护腕，然后走，但是这一刀还是有了。而且现在你可能得去分布一下，到底是要怎么去破译这个密码机跟卡人的一个位置。他们让远端玉林这个没有回光返照的人去安心的破译，然后气象跟佣兵两个人互帮互助。但这里是连续的板区，可能处理起来还是比较久，你可能还是得去考虑一下踩板了。哇，在这个板区来来回回翻，不停的骗，这个道具要不要交呢？还是选择省了一个护腕？但他们也是提前去预判仙雾梦可能不挂人，所以说终点的密码机也是没有停。如果说你敢去交这个传送的话呢，气象也能修。哎，仙雾梦想传，交传送了，那气象这个手是没有停的，密码机已经来到了20。就看小说家这边的一个牵制了。是的，不过玉林这边其实他是没有一手回光返照的，而且他前面第一波道具是使用过的。哦呦，直接被绕了，拿到一刀。
而且输液吸的也比较少啊，这个隐喻的话不一定能够第一时间给到。感觉是有点不太好撑了。不错，想搏没打板到，但是没有搏到，直接被光闪刀拿下。另外一边密码机就有60，佣兵这个时候交了自起，那有地下室，没有回光返照，感觉这个多抓点来了。是的，而且现在的话，其实对于佣兵来说，他自己本身没有一个绝处逢生，其对实到开门战的时候也很尴尬。他到时候也有点泥菩萨过河，对吧？他现在不管找谁就打到谁。其实一开始如果说你能先打小说家，然后后面开门战佣兵又没有绝处逢生，其实他自己本身求生者那边也很难再去打了。这样的话，换弹下来，想保一个无伤，要不要吃一刀救人呢？好像仙翁是知道玉林的一个天赋的，因为搏命跟飞轮都交过，是的想打一个针对。这刀飞轮交出来，再交一个隐喻换位，直接选择强烈妙法机，但是卡脚了，关键的一致命的波失误卡脚，这个隐喻断掉了。那现在还那怎么办得跟他上2楼，浪费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再击到小家，另外一边的门应该是能够点到。加上他这个打法的话，其实相当于你把佣兵也放跑了。其实现在最致命的是传送还有15秒钟才好，这15秒钟之内他其实可以挂上人的，但是他传送没有好，他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去踢。那么等你第二时间踢到落地，佣兵这边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枪扛刀呢？对，其实气象那边也还有飞轮，佣兵这边对，又是一个满你看看，你现在进不来门过去的话，开了，人家过来帮扛了呀。扛到了。我的天，一切都是因为这个传送他没有好呀，太可惜了。刚才的一波隐约卡就让他倒，他能够不停的跟你去穿梭这个站台。如果说你这个一阶没有解锁的话，还是比较难处理，跟歌剧不一样，对吧？我歌剧一阶的话，我就是零阶，我就可以通过一个高机动性和我的回速去处理站台上的人。那过山车也是一个比较难。其实感觉开局2个目标都不太好追，首先就是你终点病患站台，我觉得比较能牵制。那你鬼屋其实对于火灾来说也是有地形上面的优势。对，他可以把路看一下东玄这边是直接是往终点站台去追一下18，直接赶过来了，他是想要跟病患进行一个 solo 不过前期的话，其实这2个惊吓标记上的还是比较快的。的，那感觉18这个压力是有了，就追肯定是不好追，但是你是要上2个标的话，你下一波的一个牵制就比较危险。想要田去瞄准这个勾点飞回来，看一下但前面的话是有一个放双远击的程拿刀有没有机会说法？可惜颜色不对，哦，走位扭掉了。硬是把这个双击星扭掉了。那你后面钩爪又能出来了呀？我直接一个爬墙。是吧？这边的话牵制的也挺好。加上其实这把18他是唯一一个带了牵制天赋的人，只是前期处理的有点慢了。那这个钩爪的话，再勾过玄马，又是一个远端拉点，现在道具全交。是的，你交了移形，其实还是得把这个出双惊喜给他交了才行。这里有一波引爆的机会。飞轮没有交出来，那这样的话再上双球，一个空中飞人飞过来想打倒，再一个飞过轮去，是的，但这里的话角度是对的啊，没上到。是的，可惜了。看一下，只能再等下一波技能了。那已经牵制将近3台了呀。但前期这个拖的时间确实会比较久一点。已经很久了，是的。挂上密码机3台应该是能亮的，而且外面这么多的化险为夷，那这个时间肯定能拖出来。看看手椅吧。看一下我们一波拦截的说法，现在是远程已经看到了皮皮虾，不过皮皮虾的话其实边退，他是假装自己不来救人，然后另外一边的佣兵也是赶紧赶过来。其实佣兵过来也是给到一个假象，然后去分担一下皮皮虾的压力。反正2个人都来了，让你不知道谁救，这还是能让火灾救的。哇，全部都贴到椅子面前，然后也是卡到了半，可能也是考虑到刚刚那个淘汰进度条会比较极限一些，而且也怕喧嚣去摊双倒，所以这样的话也是最稳的打法，也能第一时间的去破译玄马的密码机，所以说等于没有去绕路。哇，一直通过自己的一个减速在卡位，想要把18给往玄马那边挂一下，想往回再牵一下。但想了想，算了，太远了，就近直接挂。那佣兵伤还有圈，感觉可以进行下一波的救援。密码机其实差的不多，不过他身上的话，其实也是有2个惊吓标记的。还是远程的一个拦截。
两段都没有打到啊！库岛这边很稳啊，他在弹护腕。打残一刀佣兵，但没有烧成惊喜，只能用手去 A。密码机的话其实也很多了，有点想摊，有点想摊，但不太好摊啊。硬摊，那佣兵交互腕算了。但那边其实18也跑了呀。而且这个密码机的进度其实很危险啊。如果说让他再牵制一会儿的话，3密码机有可能能补量的。他现在主要是缺乏一些跑图的时间。那如果说能够牵制到这个跑图时间够了的话，现在已经密码机都贴上了。牙好了，能开吗？牵起来了，差一点点儿。可惜，就差最后一丢丢啊！如果说吃到这个黄反照的话，这把4人开门战就不好说了。因为他差刚刚火灾的第一台密码机。那2个门同时在点，感觉应该也是个平局。说这边求生者有没有一个拉扯地窖的一个说法呢？而且他们是有化险为夷的。心理这边的话，如果说求生者开门战想摊，也有理论的可能，但是感觉有点难，因为他可以去架他的一个走位。篮球堵住，空中飞过来，交移形，直接硬追。那你本身有挽留的喧嚣，我觉得也不太害怕。还好地窖不在脸上，是在比较远的一个位置。那这样的话，应该是能够去拿到一个平局的。平局的话，其实两边都能接受吧。第一局的一个5比3，然后这一把的话，两边都是一个保平，4比4。也可能杂货商他确实是比较吃一个手椅节奏的。就你可能如果想要去争一个多抓，得是手椅拿到节奏，然后还能第2波续的快，压到遗产机才行。他得提前用碎石炸一下，这样的话就到墓地的一个点位。不过这个赛季感觉杂货商它本身的一个平均下来的击倒时间会比较快，好像大家对于牵制杂货商上面还没有领悟到一个特别高的境界。看一下，选择先给一个藤蔓。但不选择追击小门的古董商，先往外去拦。但他很聪明，他直接绕到墓地了。这边好像是意识到了，反手再回墓地去找。对，有一个反跑。不过第一时间这个地方他是压了一下脚印，所以没有排到，擦肩而过了。觉得你在小门里面，那别让自己的这样充能去，暂停，先吸一下藤蔓。前面应该是找到2个人的位置，开个门。对，能够是快速接近一下身位。那这里可以考虑在前面这个点位再去开门，想要去教藤蔓追一下18，反手来追幸运儿。不过幸运儿身上是有一个球的，而且还有一把枪。哇，那现在的话，他就是把自己武装起来了。拿球，小藤蔓，拉住，能不能给个碎石？给了，再给一刀，哇，很丝滑，行云流水。脸上有在修机，这边的话给点压力，把密码机给锁了。但是再往前的话，其实他那边也不是很怕，因为他移形下要移形，手上有枪，开枪了。对，这个就是你移形过去，其实他会面临的一个问题。而且你刚刚是没有选择给自己藤蔓嘛，所以说你现在被拉点也比较难受。得等现在吸完这个藤蔓再去拿刀。看一下这波是古董商过来，这边能打一棍吗？打是打了，但碎石也没拿到。碎石，但是炸到了古董商，开出了街。这样的话，他等再开一个门，你可能还是保不住啊。是的。打2棍，还是被击倒了，因为有抗性的一个天赋嘛。看到左上角已经叠满了这样的一个抗性，而且成瘾症的话，对于这个 OB 位的压制确实是比较大的。而且因为有一个来回的干扰，所以其实密码机掉的并不是很多。密码机其实修的挺慢的，这把2分钟了才2台半左右，就枯丑跟古董商全被干扰。对，来了一圈红毯，去了一个3号机。而且这个位置的救人很难去给到一个26啊，这边的墙体是很难转走的。那直接往脸上冲了。这样的话可以让库迪小手先去补一下红毯的密码机。同学的话，感觉可以去准备一下下一波的手椅啊。18过来把密码机给点亮，这样的话，前面一直在吃这个观众效应。这密码机也还是有点续不上。
因为你信儿现在毕竟是已经没有什么下移再去牵这一回的机会了，是的，本来是比较接近一个3人的开门战。要是监管者这边的话，我可以通过我的手椅拦截，让你没有办法去把这个人给救下来。看雷眼，或者那边已经拉火箭了，想过来去偷，但现在其实过去的话也还有一个移形的机会。哦，现在没了，被红球给锁住了，来不及，人还拖下来了。那这个密码机是不是有机会够呀？这波酷手可以一直陪跑，然后2个人去补这个残机。有说法，哎，当面摸箱子，哇！哦，应该是队友帮他压好了，压好的，把箱子给摸出来，直接摸了一个怀表。那现在密码机的话，其实就差一些，还是有没有说法？再砸一板，发成瘾症，这个人手上还有一个火箭，又倒了。那你爬远一点的话，感觉有机会啊。开吗？锁下密码机，99没有开，哦，但是被炸了下来了。酷手第一时间给了一个火箭，完了，东玄这边很急啊，但是没有办法。是啊，这里的话板子也还下过了，现在就算牵他的话，也还要先去交个技能。不过还好，那边他是有封门的，而且外面的人开门都很慢，刚好是一个古董商加杂技，在脸上的是酷手跟幸运儿嘛，再让他手上又有技能，所以说这把的平局还是有面的。是的，所以这边的话，求生者也有点不太想传送过去，但是脸上传是没有人的。那红毯那边是有人贴的，这个门没有人。求生者的话都很神秘啊，他们想要去拖下你的一个找人的节奏。往小推牌的话，其实已经是提前拉走了。糟了，感觉求生者直接走大门的话，应该是要奔着一个3跑来打的，但是脸上还有一个人，看队员能不能意识到了。但这边的话已经是起了耳鸣。感觉方向不太对啊，杂技演员露脚印了，在脸上还蹲在脸上，判断错误了，糟糕。其实这一波如果说直接冲大门的话，是有机会进行一个3出的。是的。而且其实我觉得那个点位的话，你是能看到东玄去没去大门的呀。对啊，而且他已经传了小门，怎么可能会在墓地里面那个方向呢？所以说这波判断失误的话还是比较亏啊。我觉得这里的话，求生者其实运营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的。因为其实你要想，首先东玄他是交了一个传送落地，我因为中间技能的一个真空期，导致说我这一波节奏给断掉了。他打针对能力也比较强。就不怕你去扛刀换节奏，这可能使徒，我觉得也是有一波手椅上面的机会的吧，就争双倒能力还是有的，有一些迷惑性，让你的3边的一个求生者都要去防。而且使徒其实他开局的时候也是可以去拉猫赶距离嘛，一只猫基本上大家都是赶路的嘛，快速的去拉近身位。好，直接放猫去赶路啊！先来到中场方向，然后再往小门转。想追的还是大龙的这个教授，已经很近了，2个人的位置，感觉这里可能直接要被走到脸上。哦，这里的话贴得很快，感觉直接就被逮捕了。而且这里的话直接是有了第1刀，甚至他没有交跳。那这样的话，我下一只猫过来，还有一个跳过来的一个压力。那本身猫它其实一个技能 CD 就会比较偏短一点，那你现在这个交互点是很容易被扰到的呀。猫的冷却只有10秒钟啊。这个走位的话应该是比较难。踩晕还好，还行。交鳞片解晕，然后再砸板。但是下一只猫的话，马上你看还有个8秒钟。那边君少天是想过来帮了。我也是给了一个技能逼你去打。那手上是有移形的，交移形，想先去处理掉教授。是的，但这个点的话肯定是能够踩到的。处理的其实还是比较快，而且中场还有个地下室。还好是带了一个移形嘛，史图安跟移形的一个象限还是比较好。我还摊到一刀，飞轮还滞后交了。是的，那这样火灾不能去救人了，第2波得等到大副过来，大副又吃了一个冲击。难道说太难受了吧？这把好像求生者的一个节奏从开局就崩掉了。大副这个时候提前摇表过来，这本来使徒湾其实他就是比较克大副的，他可以把猫卡在这个隘口，然后你下来就必吃猫。哎，还好，这样大副是混了下来，但是打1刀再救，那很危险啊！这边是有双脑风险的，而且同时你这个密码机的进度并有点跟不上，并不是很多。这边先放猫咬住，然后可以回头找一下大副的。不
过还是选择紧跟教授，因为他其实猫是有透视的嘛。他如果猫咬中的话，回头去卡大副的位置，其实大副也有可能会倒。是的，但是现在你2挂教授的话，其实只是2台，而且这个地方可以去挂到空地乙去打一波手乙。这个时间太快了，而且，你如果说再选择过来救这个人的话，你这个救人压力也很大。对。他这一波甚至又通缉到了能够来救人的火灾，这个通缉是真想赢啊！这个通缉确实挺舒服的。通缉感觉值500万。这样的话，2个人过来帮忙救，没办法，一个人是救不了的，拉猫回来。这样的话，只能去打一波拉队员的配合。打哪边呢？还是打火灾？然后猫被拉队员那边给踩到。然后这样的话，通过荒野梅的一个时间去打一个激励条，让他有机会起。但是打一个激励条的话是不能失误的。20层，看一下来得及吗？这个25层。好像可以，哎呦，就剩最后1秒，没想到啊！可惜，真的特别可惜啊！如果说叠满的话，那个这个教授就是一个满血复活，直接再起一波。那前期的话，其实耗费了那么多的资源去打团，然后打团下来，密码机还不够，只有2台半已经挂飞一个了。而且拉拉队员他也不好进行26啊。是，其实本来拉拉队员他的一个牵制使徒安也没有特别舒服。唯一一个满状态，外面还得补状态，如果不补状态的话也打不了，所以这个时候密码机是不动的。这里往前走的话，就看一下这个飞轮上面的博弈。飞轮交猫，这个板子没有踩掉，但问题也不是很大，这个猫还是大概率能拿到。错，看看肖梦这边跳过来，好像是极限晕。哦，是的，但是你平地过去的话还是能刀，因为你现在花球的充能以及它的飞轮都还没好。跑不了。看来求生者这把我估计得想着奔1个去打了，因为平局的话是有点难。的话，这个密码机我说实话都有点少。还是有机会，还是有机会，因为现在能拖嘛。这样跳过来也是精准的带走了拉队员。那么另外2边密码机的话，只能有1个人来修1台半，而且你要面临着一个使徒安的手乙的压力，甚至于说我还有一手底牌能够去拉扯。一旦我找到你来救人的这个位置，或者说我去管你这个密码机的话，你都有风险啊。是的，这里的话感觉是已经看到了。一话来了，它有一个表，看这猫能不能咬到，不能被咬，还行。哇，这预判，其实这个位置已经是压迫的，又被拦得好远，感觉很难救了。卡半是卡不了半了，现在。是的。而且实在不行，我可以先不打。感觉他只能等猫结束来掏一波。对。还好第3波是摇到了，这个刀也没有中。但他现在的话，其实不着急打呀。我就慢慢拖着，要被逼救了呀！我现在等一个拉拉队员的淘汰进度条过半，然后我等下一只猫过来，你不救也得救。逼救了，逼救了！这边可以拉猫回来，同时去打一刀大副。的一个指引。哎，但这刀没有打到，那又不着急了，要打针对了。但是密码机其实外围也还差一整台。是的。哦，还是选择了先打一下大副。他是想赌个震慑，他赌震慑就最简单，直接4抓了嘛。现在拉队员的话，必须要活呀，叫1醒，果断去淘汰，不让你密码机有亮的可能。而且那边大副其实有点跟不上。他想兜底保一个3抓，因为他这个技能交的话，求生者密码机是有一些机会的。我技能交的话，其实本身离小门1号的那台密码机会有点远。对，对角线这边已经60了，赶过去应该能修到80、90。先淘汰一个拉拉队员，然后我觉得求生者只能强亮，如果再拖到他技能好的话，就稳4了。所以说现在赶紧过去强亮，命也不要了，必须要强亮，就保走一个，不要被4。那你现在的话，其实也会被小但是他现在赶过来了，你这个时候开的话，可能会直接倒，不敢开，想要炸一下火灾。那边叫飞轮能量密码机，赶紧跳回来，不让他开。那边大副贴到门就可以拿命开了。那如果再拖的话，其实对他们也不是特别的没事，那边大副只要贴到门，火灾直接亮。对，我不活了，大副你要走，你要幸福啊！但是现在大副的话，其实离门也还有一定距离。他选择不挂人，过去了。这个时候不能点门了，要拉最远距离。监管要拖技能，那求生者这边呢，他要拖一个队友的自起。
但是我说实话，他应该拉得越远越好，他不能在这边停留。他一旦耳鸣被听到，我就知道你锁定你的位置了。如果这边把大副给击倒，我那个传送是有机会拖过去的。对，现在的话其实已经是排到了，而且你火灾要算一下火交自灾的时间。 20秒的一个时间是不是来不及？那边门应该能点开。对，现在门的话已经接上了，那就来不及了。跟时间赛跑，但是监护者这边的技能感觉还是来不太及，差一丢丢。对，差2、3秒左右，因为刚刚是火灾先贴的门。我感觉他这边的话，4秒钟那个时间门应该开了，而且手上不能第一时间去拦这个人，应该还是刚好出去。啊，被打倒了，能爬吗？没有回光返照，那条线上的爬行加速，4抓，心安无梦。 哇，最后的一瞬间把火灾留下来了，心安无梦，也是恭喜成都 GG 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